女友为了救我变成了残废，导致 SSS 级天赋的她最终只觉醒出 F 级异能，失去利用价值后，他被我一脚踢开。没想到他日后获得奇遇，天赋修复，竟晋级冰神。想着找我报仇的时候，却发现我早就死了。一时心魔发作，被众多死敌围攻殒命。这就是我穿越过来时身体原主人的记忆。此时我重生，在觉醒仪式进行时，苏新月刚觉醒 F 级冰属性异能。新月放心，不管你我异能天赋如何，我们依旧是青梅竹马。小果哥哥，轮到你上台了。新月相信你能觉醒高级异能。这时脑海中却突然传来声音：人渣，前世信了你的鬼话被抛弃，重生归来，我苏新月不嘎你誓不为人。你愣住了。恭喜宿主觉醒绑定神契约系统，可绑定宿主曾推荐过女神们的契约，系统已自动绑定苏新月，宿主可以完美偷听苏新月的心声。众人催促下，我来不及整理思绪，径直走上觉醒台。觉醒时上一阵金光闪烁，一行大字浮现：小果觉醒 SSS 级神之手，初级技能，可复制任意元素属性异能。台下众人一阵欢呼传来。神之手又如何？依旧逃不掉早早被嘎的下场。不过这一世，嘎你的人只能是我苏新月。此时周围的学生开始议论纷纷，有几人疯狂向我表白，但大多数都在嘲讽苏新月配不上我。我皱起眉头，为了应对未来那场害我失去生命的重大危机，必须化解苏新月的仇恨，并打好关系。随即我大声说道：今天我小果向所有人宣布一件事，终于要来了吗？再经历一次，还是有种撕心裂肺的痛。我很高兴能觉醒 SSS 级异能，并且我小果不会因为苏新月觉醒差就抛弃他。如果再听到有人说苏新月坏话，我一定会狠狠教训。他不是应该当众提出分手并羞辱我吗？体内前世的部分力量还在，我的确是重生了。此刻苏新月心中有着很多疑问，我快步上前抱住她。小果哥哥，你若是想分手，新月不会耽误你前程的。小果，我不管你打的什么主意，我一定会在父母出事前嘎掉你，以绝后患。我心中暗叹，攻略受过情伤的女人是真难，不过有系统在慢慢来，一定能成功。我小果怎么可能抛弃你？随后我亲了苏新月一口，苏新月为了不暴露，只能默默回应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老师走来。觉醒 SSS 天赋的同学在哪儿？我代表大地学府来进行特招。是小果的恩师，当年九州最有希望晋升神位的觉醒者，却被小果暗害惨嘎在魔物手中。觉醒导师把江寒带到你面前，这位就是小果，他的天赋是可以复制任意属性元素异能。不用你说我也知道，他可是我前世亲手培养的逆徒。我大吃一惊，他难道也是重生归来的？小果同学初次见面，你可以叫我江寒老师。你可以给我展示一下你的异能吗？确认为3S 级，你就能保送进大地学府。逆徒好久不见，前世我尽心栽培，期望你能超越我，却没料到你因怒雷之心对我心生怨念，最后在我晋升雷神的关键时刻暗害于我。欲哭无泪，江寒对我的杀意不比苏新月少。好不容易安抚住苏新月，怎么又来一个？系统提示响起，系统已自动绑定江寒，宿主可完美偷听江寒的心声。随着系统提示结束，我的心凉了半截。他果然也是重生的。为了不让江寒怀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装作拘谨的样子。没问题，老师。随后江寒演示了3个低等级雷属性技能。当初我没有施展雷电禁咒，这小子却直接复制并释放在我身上，以此吸引我注意，最后收他为徒。这次我不会再被你这个白眼狼蒙蔽了。我陷入沉思，原来神之手可以复制禁咒技能，面对不同级别也有击杀的概率，难怪江寒重生却没有立刻把我嘎掉，得想办法让江寒放下戒备。随即你发动神之手查看江寒所有技能，然后复制并发动前世施展的禁咒紫雷震天，天空顿时乌云密布。前世这小子将紫雷震天释放到我身上，本以为是第一次使用不熟练，看来他早有欺师灭祖之心。天空中一道紫雷劈下，但紫雷却笔直劈向我，而不是江寒。难道重生产生了蝴蝶效应？这个逆徒的轨迹也改变了。眼看紫雷即将落在我身上，江寒抬手施展能力将紫雷截停。我长舒一口气，赌对了，随后立刻对江寒道谢。多谢老师出手相救。感谢就不必了，是我没料到神之手竟能直接复制禁咒紫雷震天。救命之恩没齿难忘，以后我一定在老师需要的时候提供保护，以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本来今天是来嘎掉小果的，现在却救下了他，而且他现在竟然说要保护我。江寒一刻也不想多待，对我招手。小果，恭喜你通过测试，开学直接来大地学府报道。随后和我互换联系方式后匆匆离开。我转身看见满脸泪痕的苏新月，刚刚误以为我会嘎在紫雷震天下，没法亲手报仇的她当场急哭了。后来见我没事才停下来，我走到她身边。新月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才没有哭，肯定是担心我被禁咒技能劈嘎才哭的，对吧？谁担心你？小果哥哥别这样，这里人多。我早已透过心声知道苏新月对我还有一丝感情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周围观众窃窃私语声传来，
真羡慕苏新月，明明觉醒最低级的异能，小果依旧对他不离不弃。是啊，有小果大腿抱，就算天赋再差都可以硬气起来了。我从来没靠过小果，这次重生，我要提前获得机缘，修复神魂比重生前崛起更快。我听着苏新月多次提到的机缘，很是心动，那可是能修复神魂一路登临神阶的机缘。我依靠系统获得相同的气运，也能一路登神。小果哥哥，我有点累了，觉醒仪式也结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晚上我趁夜离开去寻机缘，这个负心汉一定想不到。我听到后点头同意回家，盘算着将计就计，让苏新月去寻找机缘。回家路上，我对苏新月毛手毛脚，苏新月为了瞒住他重生的秘密，只能隐忍。真是气死我了！得到秘境机缘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剁了你这双脏手。我没被吓到，反而增加互动频率。回到家后，苏新月父母迎上来，新月和小果回来了，快坐。爸妈，我和新月参加完觉醒仪式已经毕业了，接下来会有很多时间在家陪你。小果，这是我爸妈，你要叫叔叔阿姨。老两口却很高兴，这还是小果第一次叫我们俩爸妈，我们就爱听这个。看来得尽快嘎掉这个负心汉了。我心中暗叹，这么想嘎掉我吗？想偷偷去秘境寻机缘是不可能的。随后我和老两口讲今天的事，又聊起被大地学府报送的事，老两口笑声不断。一旁的苏新月则一脸阴沉。就这样熬到了半夜，苏新月毫不犹豫轻手轻脚离开家，殊不知我已经在后面悄悄跟上了。修复神魂的东西我不抢，其他机缘就不好说了。来到秘境入口，苏新月毫不犹豫踏入，我也紧随其后。凭借上一世的记忆，苏新月避开了所有危险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很快你来到秘境深处大殿，如龙骨一般的神秘破碎骨架屹立中央，旁边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巨型时钟。苏新月站在大殿前开始沉思。修复神魂的基因魔药在大殿正东方，冰属性的破晓羽翼在大殿西南角落乱石堆里，雷属性的雷光魔龙枪在大殿中央断裂石柱下，水属性的深海之魂在破碎骨架旁边，有无穷星辰之力的星耀在石钟齿轮里藏着。先去修复神魂4-1。就在这时，我走出来。新月，你在里面吗？我看到你偷偷跑出来，有些担心，就一路跟着你。可是跑到这儿，我跟丢了。你如果在这里面，就回个话，我很担心你。苏新月一脸诧异，正准备找地方躲起来，我已经靠近看向了他。可算找到你了，新月，我担心死你。冷静，现在得把这个负心汉引出去，保住机缘。抱歉，小果哥哥是新月太任性了，因为天赋差才晚上出来瞎跑。我们回家吧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表面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环视周围。新月，我们好像误入了一处秘境，或许这里有一些能提升实力的宝物。小果哥哥，你会不会想多了？这种小地方哪里会有什么秘境？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。我不慌不忙，慢慢朝乱石堆走去。新月，你在这儿别动，我去看看。该死，那是我重生前最喜欢用的破晓之翼，不能让小果拿走它。苏新月快步跟上我。小果哥哥，我还是跟着你吧，这里好吓人。新月别怕，我保护你。谢谢小果哥哥关心我。来到乱石堆前，苏新月开始在心底祈祷，千万别挪开乱石堆。殊不知一切都已被我知晓。我不紧不慢地挪开乱石堆，破晓羽翼露了出来，散发着强大疾冰之力。我假装惊讶，宝物这里果然是秘境，我用异能和它建立联系了，原来是破晓羽。小果哥哥，这宝物和我的异能都是冰属性，你能把它给我吗？新月，你现在太过羸弱，等以后成长起来我再把它给你，现在就暂时交给我来保管，用来保护你。小果哥哥说的有道理。苏新月嘴上同意，心里却在滴血。然而接下来的事更加让他崩溃。我重复操作，假装不经意发现宝物，拿下雷光魔龙枪和深海之魂，然后朝基因魔药处走去。该死，难道连基因魔药也要被他夺走吗？没了基因魔药，我还怎么修复神魂？苏新月满脸绝望。我刚觉醒还是最低的 F 级1，这样的我拿什么去抢夺基因魔药？宝物丢了还能再找，但治疗神魂的基因魔药只有这一罐。就在这时，我惊呼出声。这药瓶旁边有字，说是可以提升神魂强度，甚至修复破损的神魂。新月，你之前为了救我神魂受损，这药能治疗你，快服下。小果哥哥，你确定要给我用？你不想用它提升神魂强度吗？新月跟你比，这基因魔药算不得什么。你修复了神魂，说不定异能天赋也会提升。快喝下试试吧。苏新月望着我，神色有些动容，心声也不再是咒骂。苏新月沉默了良久，抿嘴道：“谢谢你，小果哥哥，那我试试。”说罢，接过我手中的魔药，一饮而尽。药效挥发，开始为苏新月修复神魂，但药效太猛，导致苏新月倒地，痛苦的翻滚起来。心声中，苏新月提到是正常现象，我放下心来，但还是上前将倒地的苏新月扶进怀中。苏新月的痛苦减轻不少。小果哥哥，给我基因魔药，还帮我缓解痛苦，这还是那个辜负我的负心汉吗？很快，药效全部吸收，苏新月的神魂彻底修复，天赋也恢复到 SSS 级。强大的喜悦让他忘记我的存在。
在，直接施展出 SSS 冰属性天赋技能玄冰之刺。望着满天的冰锥，他突然想到我还在身边。糟糕，忘了小果还在。好强的技能，新月你现在应该不是 F 级天赋。谢谢小果哥哥送我的基因魔药，我现在是 A 级天赋了。虽然这家伙把基因魔药送我，但还是别告诉他我是 SS 级天赋比较好。不过小果哥哥似乎真的和上一世不一样了。我暗叹，苏新月还是对我心存戒备，随后微笑着说：“那我们继续探索这个秘境吧。”说罢，我朝着星耀处走去。苏新月正犹豫要不要抢夺星耀，我招呼他过来一起查看。好精美的钥匙，让我仔细感应一下。这东西叫星耀，蕴含着星辰之力，也是个宝。要不是我，你根本得不到这些宝物。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抢夺宝物的念头。突然，星耀爆发出耀眼光芒，苏新月一脸震惊：小果竟然触发了我都没触发过的异象。光芒显化出一座梦幻星宫，宫中出现一位天使，天使身后背着一枚巨大的星耀。突然，天使看向我和苏新月，张口说道：“我看见你。”你一脸疑惑站在原地，一旁的苏新月却双眼出血。他说了什么？这低语要让我精神崩溃了。很快，苏新月发出惨叫，持续下去必然心智全无而死。我看向星宫，天使再次发出低语：“我会来找你，将你驱逐回你的世界。”你立刻抬手一拳打碎星宫，随着异象消散，苏新月脑海中的低语消失，整个人倒地晕过去。我连忙上前查看苏新月伤势，确认无性命之忧后，守在一旁等他醒来。我陷入思考，这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宝物？那个天使是谁？思考间，苏新月醒了过来，我立刻开口：“新月，你总算是醒来了，刚才吓死我。”是你救了我。我绘声绘色将打碎异象和守在他身边的事说出。苏新月眼神复杂：“谢谢小果哥哥，这一世的小果哥哥完全不一样了，没有当众羞辱我和私吞神药，也没有伤害我的父母，这种危急时刻也救了我。再相信一次小果哥哥吧。”我内心欢喜，总算攻略下苏新月了。小果哥哥，星耀力量很强，你要收好以后一定能派上用场，不过要小心那个天使。我们现在回家吧。我陷入沉思，这些宝物的来历还是个谜。随后抬头对苏新月说道：“新月，我们再转一圈看看还有没有好东西吧。”我来过一次了，这里肯定没其他宝物了。不过为了不暴露重生者身份，还是跟上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来到一个黑水池边。小果哥哥，别碰那个池子，看起来好危险。前世我触碰池水神魂，差点灰飞烟灭，及时喝下基因魔药才得救。我听后谨慎地观察，发现池中有块石碑。你发动神之手复制苏新月的技能，撑起疾冰护盾，并用玄冰之刺砸向石碑。在苏新月一脸疑惑中，石碑被砸出池外，上面布满裂纹和文字。文字上提到，基因、机械、灵能神国三大强者在此大战。基因神国的星耀天使以1敌2，但神兵星耀也被其余2人强行留下，而灵能神国强者陨落，只留下这口灵能飞升池，剩下的文字则缺失了。苏新月前世成神，却从没听说过这3个地方。通过石碑才了解到这些，我默默回想着石碑提到的信息。灵能飞升池，或许我下去泡泡是场大机缘。于是我转头对苏新月说：“新月，你在这待着，我下去看看。”苏新月还来不及反应，只见我纵身跳入灵能飞升池，顷刻间身体被黑水腐蚀，烟消云散。看到这一幕，苏新月整个人瘫倒在地。小果哥哥嘎了。此时我的灵魂进入一处奇异空间，空间充斥着与我灵魂契合的灵魂气息，持续滋养下，我感觉灵魂在向更高阶蜕变。很快蜕变完成，我还领悟了技能灵能火花，消耗灵魂力可以直接对敌人的精神与灵魂造成攻击。正在试验技能威力时，一道震慑灵魂的声音传来：“万年终于等来了一个有缘人，你是那位陨落的灵能国人。”不错，我就喜欢品尝聪明人的灵魂。我顿感不妙，眼前突然凝聚出一具灵体朝我扑来，我来不及闪躲，灵体已经侵入灵魂。真是一个极品的灵体，没了肉身你是抵挡不住我的，吞噬了你，我将成功复苏。我极力抗争，突然我的灵魂开始渐渐凝聚出肉身，随即我眼神一凝，用意念催动肉身加速凝聚。随着灵魂渐渐凝聚成实体，入侵的灵体开始被我灵魂同化。你的身体已经被我灵能飞升池摧毁，怎么可能重新凝聚？难道你已经达到灵能体系的最至高灵魂心境？不，意图夺舍的灵体被我吞噬殆尽。此时灵能池边苏新月哭得撕心裂肺，都怪我为守住秘密，没告诉你这池水会吞噬灵魂。我求你活过来，我再也不会想嘎你了。我只要你回来。我此时的灵体已经回归，默默注视这一切。刚才吞噬神秘残魂后，我学会了新技能灵能转化，可以在实体与灵体之间自由转换。我立刻切换为肉身实体，上前抱住苏新月。新月，我回来了。小果哥哥，真的是你。我将刚才奇异空
空间发生的事一一告诉苏新月，随后施展灵能转化技能，苏新月这才相信我没嘎的事实。没事就好，小果哥哥，我们快回家吧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苏新月完全被攻略成功，我也不忍再看她担心，于是搀扶着她一起回了家。很快1年过去，我如约来到帝都大地学府，一旁跟着苏新月。神魂修复后的她恢复 SSS 级冰属性异能天赋，并凭借上一世的战斗经验拿下考试状元，与我一同被大地学府招揽。从新生我了解到苏新月上一世并未与我一同入校，所以对大地学府以及江寒都不太了解。我暗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，随即拉上苏新月准备去报道。就在这时，府北门忽然升起一道雷电之墙，拦住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新生。下一刻，江寒从雷电之墙穿出。新生止步，我是这一届新生入学测试的指导老师。本次的测试与这道雷电之墙有关，靠自己穿越雷电之墙就能成为学府的一员，失败者将当场被退学。此话一出，现场的新生们一片哗然。正常人能穿过去吗？该不会是故意刁难我们吧？在议论纷纷中，江寒释放恐怖的雷电之力。肃静！好强的雷电之力，不愧是上一世被称为9州第一雷电觉醒者的人。听到新生中苏新月这么高的评价，我心一凉，原主怎么招惹个这种存在？这下该怎么攻略江寒？江寒不紧不慢地说：害怕的人现在可以退出，这场测试将持续到晚上6点，6点后迟到的新生也会被退学。在众人嘈杂的讨论声中，一位新生朝着雷电墙走去，刚靠近便释放雷电护体，我目光锁定他。这时苏新月碰了下我的胳膊：小果哥哥，等他结束，我们也上去试试吧。这雷电墙看起来很唬人，但对于我来说，穿越它连1秒都不需要。新月不急，我们先靠近看看，获取一些信息吧。苏新月点点头，随后和我一起靠近雷电墙。我实际是想靠近偷听江寒的心声，避免测试过程他对我起杀心。那名新生刚迈入雷电墙，身上的雷电护体就被电得粉碎，疼疼疼！这雷电竟然能粉碎同属性护体技能，果然和上一世一样 ，A 级雷属性异能天赋的新生第一个挑战，放进来吧，毕竟以测试为主，不可能真退学。惨叫声中，雷电墙消失，将那名新生放进去。随着第1名新生通过，场下其他新生也跃跃欲试起来。我依旧在一旁看戏，不知不觉已经有10几个新生通过了测试，每人都是快要失去意识前被放过。苏新月不屑地看着这些新生：小果哥哥，这届新生除你以外，还有一个 SSS 级天赋觉醒者，是帝都封家的大小姐风兰，但测试到现在也还没看见她。封家是帝都4大觉醒者家族之一，风兰前世甚至晋升为封界女神，但家主当时被小果哥哥坑嘎。我心中咒骂，封家家主不就是风兰的父亲吗？原主到底惹了多少祸？这个风兰不会也重生了吧？就在这时，测试场突然刮起风，远处一位手持宝剑的少女慢慢靠近测试场。我皱起眉头，离这么远都能刮起这样的风，看来她就是风兰了。片刻后，风兰便出现在我和苏新月面前。系统已自动绑定范围内的封建女神风兰，前世风兰与原主多次切磋，从未获胜，暗暗对原主倾心，甚至主动带原回家，给予家族资源帮助其成长。最后风兰父亲爱屋及乌料被原主嘎掉，风兰寻仇过程中却传来原主死讯，最后因心魔无法释怀，在一处秘境中落。我眉头紧皱，叹了口气：小果哥哥，你不舒服吗？没什么，就是站累了。那我们快通过测试去休息吧。好，等他过去，我们就开始测试。风兰靠近雷电墙，全程匀速优雅的漫步，在场下所有人注视下轻松穿过雷电墙。风家小丫头和记忆中一样，下一个应该就是小果这个逆徒。不过前世风兰此时应该是9级才对，如今怎么15级了？风兰 SSS 级风属性异能天赋，觉醒者等级15级通过测试。场下其余新生纷纷开始议论，大一的升学条件是20级，他怎么就到15级了？这就是3S 级天赋觉醒者吗？或者说风家的资源太丰厚？看来另一个3S 级觉醒者不是风兰对手。新生入耳，我一阵惊讶，风兰难道也和苏新月一样提前寻到了前世的机缘？此时一旁的苏新月听见议论，正要发怒，被我拉住：先通过测试。苏新月无奈作罢。小果哥哥，我先来。随后在众人注视下，苏新月释放寒气，冻住雷电墙，然后粉碎，轻松通过测试。江寒与风兰皆心惊，苏新月的出现并不符合两人前世所知的轨迹。江寒眼冒金光：恭喜你，以15级觉醒者等级通过测试。告诉我你的名字和天赋等级。苏新月 F 级，冰属性异能天赋。F 级天赋怎么会有这种威力？苏新月转头向我招手：小果哥哥。我微微一笑，
风兰看我回应苏新月亲昵的呼喊后，杀意迸发。江寒转头提醒一声，风兰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忙收起杀意。我愣了一会儿，随后深吸一口气，迈入雷电墙。和正常觉醒者不同，我只能复制后再发动属性技能，因此进入雷电墙时，我并未施展任何防护手段。在众人的惊讶中，我沉浸在雷电之力洗礼中，身躯吸收着雷电之力，慢慢蜕变。几秒后，雷电之力被吸收殆尽，我抬手凝聚出一道与江寒同源的雷光。多谢老师送的这份大礼。还是和前世一样，吸收了这股雷电之力，过程有些不一样，但是最终结果依旧相同。看来我要提前下手了。还是和前世一样，吸收了这股雷电之力，过程有些不一样，但是最终结果依旧相同。看来我要提前下手了。我吸收雷电之力，学会新技能雷电之强，但我并未兴奋，反而被两人心声吓得冷汗连连。两人都要对我下杀手了，我得加快攻略速度。在众人惊呼下，江寒把我叫过去照例登记信息，心中却在犹豫是否要再次收我为徒。考虑到师徒关系见面频率高，好下手。我很欣赏你孩子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，我会对你倾囊相授。这一世你还会为了怒雷之心加害我吗？当初是您给我保送的机会，还救我，我自然愿意做您的学生。测试结束后，我和苏新月来到食堂，两人一言一句有说有笑。不远处，风兰看着这一切气得发抖。这时一位男同学走来搭讪：“学妹好漂亮，是新生吗？做我女朋友吧。”我叫王健，今年大2，是帝都王家的人。得知王健同属4大家族之一，风兰抬头看了一眼：“我有男朋友了，学长自重。”王健愣住了，不知学妹的男友是校内的学生吗？面对纠缠，风兰不悦看向我：“他就是我男朋友。”王健看向我：“这位学妹，似乎他俩才是一对吧？”那个女孩是他表妹。风兰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小果哥哥是我的男朋友。前世并没有王健，又是重生造成的影响吗？我沉思，看来重生者太多，导致很多事发生了变化。起身安抚愤怒的苏新月，王健露出笑容：“原来学妹你叫风兰，别找挡箭牌了，考虑一下我吧。”滚！王健仗着自己王家人的身份，并不害怕。风兰学妹，给学长一个追求机会吧。我再说最后一次滚！王健依然面带微笑：“觉醒者等级25，你伤不到我。”风兰周身涌动起狂风，一剑席卷出风属性剑气，朝王健斩去。王健脸色惊变：“你才入学，怎么可能有15级？而且15级也不可能斩出这样可怕的剑气。”随后周身爆发出烈焰，试图抵挡剑气。王健整个人倒飞出去，我看到全程忍不住笑出声。王健一下就认出风兰的身份：“你是风家家主的女儿，这是风家传承的风剑。”王健起身正准备离开，却发现我在一旁笑，满脸愤怒大吼：“臭小子，你给我过来！学长教教你什么叫尊重。”王健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将苏新月拦在身后，路人纷纷看过来，那不是 SSS 级的保送生小果吗？他怎么招惹到那个学长？王健听进去皱起眉：“你也是 SSS 级新生？怎么学长这次轮到你害怕了？”王健一脸愤怒：“目无尊长的臭小子，让我好好教训一下你！”王健失去理智，周身涌动起燃烧的烈焰，很快烈焰凝聚成一条火龙，炽热的火龙之形朝我扑来。我有些惊讶：“学长，你这招很不错，只可惜它归我。”话音落下，我周身也涌动起烈焰，凝聚出一条更大的火龙。这是神之手技能的全新能力，除禁咒外，其他技能复制后能增强威力。王健傻眼了：“你怎么可能会我的技能？”很快两条火龙撞在一起，我的火龙势如破竹向王健扑去。随后王健全身燃起火焰，在地上不停翻滚，最终惨叫声不停：“别烧了，我认输！”片刻后，在我示意下，苏新月释放技能将火扑灭。王健起身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随后跑走。小果哥哥，你好厉害！小果，谢谢你替我教训那个王健。不客气。风兰，麻烦你离小果哥哥远一点。风兰这个狐狸精，敢跟我抢小果哥哥，我跟你不死不休！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我们有空再见。我要送新月回宿舍了。随后立刻拉上苏新月离开。路上，苏新月眼神直勾勾盯着我。小果哥哥，你为什么要对风兰说很高兴认识她？你不会对她有兴趣吧？新月，你是我女朋友，我怎么可能还对其他女生有兴趣呢？听到你的解释，苏新月这才笑起来。很快两人来到女生宿舍楼下，我帮苏新月拿上行李，征得阿姨同意一起上楼。来到宿舍，发现门大开着。这门怎么是开的？有人比我先到了吗？我和苏新月走进宿舍，大地学府宿舍都是双人间，此时另一个床位已经铺好了床。床都铺好了，人去哪儿了？可能是有事出去了吧。随后开始帮苏新月铺床，几分钟后铺好床，我准备离开。这时门口传来脚步声，我和苏新月一起望向门口。此时风兰走进宿舍，两人同时惊呼出声：“没想到我的室友竟然是你！”我也没想到。随后朝自己床走去，我无奈叹气，真是冤家路窄。
抬头对这两人说：“我走了，你们两个应该不会打起来。”那就要看他还说不说你是他的男朋友了。小果一直都是我的男友。苏新月咬牙切齿就要爆发异能，风兰也不甘示弱。我深吸一口气拦下两人：“你们都少说两句，毕竟要当4年的室友，别因为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。”我没那么无趣，他不动手我就不动手的。小果哥哥你放心，我不跟他打就是了。我叹了口气，随后转身离开。很快我按照指引来到宿舍，宿舍内一个瘦瘦的男生看向我：“你是我的室友吧？”“你好，我叫楚云飞，4级火属性异能天赋。”“我叫小果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楚云飞突然想到什么，露出激动的表情：“我认得你，测试时把雷电之力全吸收了的妖孽，我刚才还刷你暴打了大2学生王健，太强了。”我边听边铺床，随后和楚云飞聊起其他闲事。此时的王家，王健正朝着表姐诉苦：“一个新生把你打成这样，以我了解肯定是你先招惹别人的吧？没其他事别来烦我。”王健依旧哀求道：“表姐再怎么说我也是王家人，你帮我也是为了挽回王家的声誉。”王嫣然摆摆手：“行了，把他的信息告诉我。”王健顿时眉开眼笑，将我的信息一五一十的说出来。王嫣然皱眉：“让我看看他长什么样子。”王健把被暴揍的视频打开，见到我面容的王嫣然突然阴下脸：“竟然是你！前世穷极一生都没有找到的毁我清白之人。”前世王嫣然被尊称为黄岩女神，偶然在炎火秘境中发现黄岩水晶，而原主趁她吸收水晶力量时将其玷污，之后一生寻找却未找到原主，最终因耽误了修行陨落在诸神降临时代。重活一世，王嫣然致力于提高境界，只为活过不久后的诸神降临时代。如今我的出现激起她的另一个心魔，瞬间王嫣然周身腾起凤凰火焰，一旁的王健顿时吓坏了：“表姐你这是怎么了？”当时炎火秘境出来后半年，我得到小果惨死在南疆的消息，从此心魔半身，如今有了小果的下落，我势必要嘎掉小果以斩心魔。夜晚降临，我和楚云飞刚吃完饭，步行在食堂外，王嫣然出现拦住我的去路：“小果，你跟我过来下，有些话我想对你一个人说。”楚云飞露出羡慕的眼神：“小果，这位学姐似乎是来找你表白的。”“别瞎说，我不认识她。学姐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。”“这里不方便。”楚云飞坏笑道：“小果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”“好吧，学姐。”“前世污我清白，这一世我要将你千刀万剐。”系统已自动绑定王嫣然，原身语气经历一并传入脑中，我整个人愣在原地，大脑飞速运转，不能这么跟他走，会嘎得住。突然我捂住肚子，嘴里发出哀嚎：“学姐，我突然肚子好痛，可能是刚才吃坏东西了。”“学校食堂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，你怎么会吃坏肚子？”我冒出冷汗，不好忽悠啊，继续装作要拉肚子的模样。可能是水土不服，不习惯这里的饮食吧。下次再约吧，学姐，我先宿舍上厕所。看起来真是吃坏肚子了，这里人多眼杂，不好动手，只能下次再计划了。第二天，我收到江寒的信息，要求我跟他去上课。我按照消息来到雷电觉醒场地，只见江寒一人站在场中，我顿时心惊，不会是为我准备的杀局吧？我哆哆嗦嗦走到江寒面前：“你这孩子怎么好像很怕我的样子？难道我身为重生者的事被这个逆徒发现了？”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有点紧张，其他同学呢？不是谁都能成为我学生的，你是我多年来收的第一个学生，没想到我倾尽心血培养的唯一一个学生，最后会欺师灭祖。我很荣幸，请问老师，我们今天的第一课是什么？江寒嘴角微微上扬，抬起右手打了一个响指，身旁缓缓浮现出一只雷电巨熊。这是15级的雷电暴怒熊，你需要实战击败这只雷电暴怒熊。雷电暴怒熊防御力极其惊人，并且被它击中，你几招就会落败。和前世一样，都是对战同等级雷电暴怒熊，但15级比9级多一个技能，不知道小果能不能战胜。我默默思索，看来多出的这个技能是战力飙升的关键。江寒瞬身出现在场外，随后大声地说：“别让我失望，小家伙。”话音落下，雷电暴怒熊挥起巨爪朝我拍来。我见状快速拉开距离，并发动神之手，顷刻间就读取到了雷电暴怒熊的技能，共4个雷属性异能技能。怒熊爪、雷霆践踏是攻击技能，雷鸣狂暴可以进入狂暴状态，暴怒雷甲能增强防御。通过修炼，我已经摸清了神之手的能，神之手最多能复制3个技能，复制后技能储存进他右手3根手指中，技能全释放后，神之手会进入冷却。而近2月提升到15级后，我发现神之手可复制技能数并未增加，但冷却时间从3天缩短到12小时，并且可以增强禁咒级别以下技能的威力。我陷入沉思，最终放弃了暴怒雷甲，选择了其他3个技能。雷电暴怒熊再次挥爪扑向我，我侧身躲过，在第一时间发动雷鸣狂暴，伴随一声雷鸣响起，我的速度与攻击急速提升。雷电暴怒熊见状朝我挥爪，我发动怒熊爪迎上，2道怒熊爪碰撞在一起，雷电暴怒熊的怒熊爪瞬间被撕碎，并且身上撕裂开巨大的伤口。雷电暴怒熊吃痛发出一声怒吼，进入狂暴状态。我连忙发动雷霆践踏，却被暴怒雷甲抵挡下来。雷电暴怒
熊，立刻用雷霆践踏海蚁颜色。我见状召唤雷电之墙防御，雷电暴怒熊的攻击瞬间瓦解，并被雷电之力反弹成重伤。但雷电之墙抵挡攻击后也消散开来。可惜还差一点，晋升16级神之手复制上限就会变成4个。如今15级的你要怎么打败雷电暴怒熊呢？我心中震惊，江寒竟然知道神之手有复制上限，但现在没法升到16级，该怎么办？思索间，重伤的雷电暴怒熊再次扑来，我来不及防御，被震飞出去。江寒不会是想靠雷电暴怒熊把我给嘎了吧？看来到极限了，今天的测试已经超出预期了，看准时机出手，救下他吧。我大口喘着粗气，雷电暴怒熊施展出必杀一击，我看准时机发动灵体火花，火花贯穿而过，雷电暴怒熊瞬间倒地，浑身抽搐。江寒愣在原地，这孩子怎么会灵魂攻击？难道又是我重生造成的影响吗？随即江寒走上前，好孩子做得不错，但我刚才感受到一丝灵魂波动，是你发动的灵魂攻击对吧？听心声，江寒已经分析出来，我也不再隐瞒，立刻点头。那个技能应该不是复制的吧？能让我看看吗？我抬手施展灵体火花，这技能叫灵体火花，不是神之手复制的。江寒盯着闪烁的灵体火花看了半天，然后突然对我说：“很不错，小果。本来我不觉得你能打败雷电暴怒熊，现在看来可以提前教你别的东西了。”每当谈及如何培养我，江寒就仿佛忘了前世的经历。江寒带我走到雷电暴怒熊身旁。小果，你知道为什么你能吸收学会雷电之墙吗？难道是因为我太聪明？江寒被我的回答逗笑。小笨蛋，你以为谁都可以学不属于自己异能类别的技能吗？你的能力不单纯是复制技能，它还有一个惊人的能力。我两眼放光，还请老师赐教。江寒弯起嘴角回答：这个能力叫掠夺，掠夺获得的技能你可以自由施展，并且技能威力同步，随你等级提升。我瞪大双眼，心中窃喜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等级够高，低等级技能也能释放出禁咒级的威力？江寒果然是最了解我天赋的人。老师，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前世在小果之前，神之手从未出现过，所以并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。是我几乎随时陪同你帮助开发神之手，一步步挖掘出神之手的秘密。想到这，江寒微笑着解释：我对教学的研究很敏感，是多次观察你使用神之手看出来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老师果然专业。既然你知道了掠夺能力，现在试着掠夺2个雷电暴怒熊的技能吧。不能4个都掠夺吗？这小子还是和上一世一样贪心，难怪最后会因为贪婪把我害死。随后白了我一眼。你的掠夺能力经我分析，目前只能承受4个技能，减去雷电之墙和灵体火花，只剩2个了。我陷入沉思，看来之前都是不经意间发动掠夺才获得的技能，并且加上灵能转化，我只剩1个技能位了。江寒见我思考，给出建议：你现在能不缺攻击技能，选雷鸣狂暴和暴怒雷甲吧。一番思索下，我有了决定，发动神之手掠夺能力，学会了暴怒雷甲，随后立即施展出暴怒雷甲，感受到强大的防御力，我嘴角上扬。接下来掠夺雷鸣狂暴吧。我支支吾吾不回答。不相信老师的规划吗？信，我这就试试。心中苦笑，看来失败后只能解释一下，我还会灵能转化了。随后我发动掠夺，突然雷鸣狂暴学习成功，我心中巨震。江寒前世的理论不会错，但为什么现在掠夺成功了？于是我再次进行掠夺，雷霆践踏也学习成功，我心脏狂跳，难道我的掠夺没有上限？想到这，我连忙再次发动掠夺，但片刻后我傻眼了，这次提示掠夺失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一旁的江寒看到后愣在原。为什么和前世的理论不一样？突然江寒想到什么，拍了拍我。你现在学会了掠夺能力，可以看到掠夺栏里的技能，快看看都有哪些技能。得到江寒的指示，我快速进行确认。雷电之墙、暴怒雷甲、雷鸣狂暴、雷霆践踏。我将信息反馈给江寒。灵体火花既不是复制，也不是掠夺获得的，现在有2种可能：一是神之手，还有其他没有开发能力；二是你通过特殊机缘觉醒了新异能天赋。江寒思索片刻后说道：你详细讲一下学会灵体火花的过程。我将灵能飞升池的经过一五一十说出。把灵能转化施展出来给我看。随后我施展出灵能转化。江寒陷入沉思，片刻后他严肃地说：从明天起课程额外加上灵魂力量训练，你很可能觉醒了和灵魂有关的异能天赋。几天后训练刚结束，我和苏新月一起到食堂吃饭，此时风兰走过来。小果，吃完午饭我们去枫林竞技场切磋一下。枫兰，你怎么老缠着我男朋友？因为小果是我的男朋友。我见状连忙拦下2人。新月，你别听他瞎说就是了，你们可不能在这打起来。随后小声对苏新月说：不就是切磋吗？看我打得他满地找牙。苏新月一想枫兰狼狈的样子，开心地说：好，我同意你们切磋。先说好了，点到为止，不能拼命。吃完饭后，3人来到枫林竞技场，很快
吸引来周围人的目光。这两人好眼熟，是小果和风兰吗？两个 SSS 级竟然要切磋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没一会儿，风铃竞技场就被围得水泄不通。小果哥哥可是获得了我这个重生者的机缘，风兰肯定打不过的。我听到心声后却感叹道：风兰也是个货真价实的重生者，眼下他肯定拥有这个时期的战力。前世第一次入学切磋，我败给了你，但这一世你绝不可能获胜。今天就让我们做个了断吧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看来风兰是要下死手啊！此时周围起风了，风兰已经展开自己特有的风场领域，我严阵以待。突然一丝凉意涌上心头，刚才的实战课已经用光了复制技能，现在神之手还在冷却。此时风兰持剑刺向我，风剑裹挟狂风将我锁住，我发动灵能转化，瞬间逃离。这是什么技能？前世怎么没见小果施展过？随后继续向我发起进攻，我继续使用灵能转化躲避攻击。几个回合下，风兰陷入疲惫。看起来你拿我没办法，不如这场切磋就到此为止吧。谁说我碰不到你？如果我没有重生，必定拿他这招没办法。但我已经看出这是灵魂力量技能了。听到风兰摸索出破解之法的心声，我瞳孔微缩。风兰周身凝聚起狂风，风魂镜。我下意识想要拉开距离，却发现灵体竟然在缓缓凝聚实体。风兰再次施展风剑杀向我袭来，剑接近我时，风兰一阵心慌，缓闭上双眼。结束了，对不起小果，为了父母，我必须将你在此扼杀。突然一道强劲的雷电之力从天而降，风兰被反震飞出去，一道雷电之墙出现在场中。还好之前学会了掠夺技能。我满脸微笑。风兰见状再次发起进攻，刚才风剑杀快要命中我的时候，你闭眼，是在害怕伤到我。风兰闻言心一慌，我立刻抓住风兰心神失手的瞬间，灵体火花飞出直击风兰，灵魂传来刺痛。风兰举剑强行驱散灵体火花，还是和前世一样卑鄙，这样也好，我能狠下心嘎掉他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一沉，本来想利用灵体火花结束战斗，没想到风兰反应这么快，直接驱散了灵体火花。风兰挥动风剑，数道剑锋急速朝我飞来，我立在原地，周身喷涌出电光。暴怒雷甲发动。他这么早就获得了暴怒雷电熊的技能。风兰一脸震惊，我咧嘴一笑，接连发动雷鸣狂暴和灵体火花。增幅后的灵体火花让风兰感觉头晕眼花，我迅速上前释放雷霆剑塔，风兰重重栽倒在地，意识也越来越模糊。明明重活一世，却还是败给了他，我不甘心。风兰失去意识前，我走上前将她抱进怀里。新月陪我去趟医务室。知道了，小果哥哥。很快我们来到医务室，经过医生查看后得知风兰并无大碍，只是消耗过大晕了过去，休息1天就能恢复。剩下的事交给医生后，我和苏新月离开。此时另一间医务室传来一声熟悉的惨叫，王健受伤，医生正在治疗。王嫣然站在一旁皱着眉，你再惹事我就抽你，一天到晚在外面败坏我王家名声。王健一脸尴尬的笑着，表姐别生气，这次是那个爱丽丝主动要跟我切磋的。小果哥哥，那女的是王健的表姐，你打了王健，她不会找你麻烦吧？担心被王嫣然看到，我拉上苏新月快步离开。我和风兰的切磋视频已经传遍学校。此时一个房间内，爱丽丝正在观看视频。小果，这一世如果我不提前来九州，还真不知道你现在就这么强了。不过现在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以后再找你算账。这时一个仆人走进来，爱丽丝小姐，机械秘境的位置已经找到了。闻言，爱丽丝放下手机，准备一下今晚趁夜出发。到了晚上，宿舍内楚云飞提议去校外小吃街逛逛，我思索片刻后答应下来。很快我和楚云飞出现在西门小吃街，两人边走边吃。1个小时后，吃饱喝足，准备返回宿舍。小果怎么在这儿？算了，还是先想想怎么获得机缘吧。九州派来监视的人实在太多了。突然旁边煎饼摊传来心声，我停下脚步环顾四周。很快我锁定那个煎饼摊，爱丽丝蹲在煎饼摊后，想到心声里提到的机缘，我临时编了一个理由和楚云飞分开。卢克叔叔还没把监视的人忽悠走吗？爱丽丝盯着手机，几分钟后手机弹出消息，小姐一切顺利。爱丽丝嘴角上扬，前世我熬过诸神降临时代，不料3大神国降临时代到来，我陨落在一位机械飞升者手里。这一世我要提前领悟机械飞升的奥义报仇。正准备离开，我走到煎饼摊前，老板给我来个杂粮煎饼。提前来九州就是为了避开他，必须得想办法把他支开，绝不能再让他成为我获取机缘的障碍。系统已自动绑定爱丽丝，随后前世记忆涌入脑海。爱丽丝是北音域第1年轻天才，拥有 SSS 级机械人偶式异能天赋，最有希望机械飞升的人类觉醒者。在全球高等觉醒者大赛中，
认识并喜欢上原主，带领原主进入机械秘境寻找机缘。不料原主对其下杀手，并夺走所有发现的机缘。爱丽丝侥幸存活，并发现机械飞升池，得到机械飞升者进化传承。死后想寻仇，却听到原主嘎掉的消息，留下心魔。最终与机械飞升者战斗时，心魔复发战死。又是心魔，为何成神后会滋生心魔？我一头雾水，随后盯着爱丽丝。老板，我的杂粮煎饼你怎么还不？不好意思，收摊了。爱丽丝假笑道，随后丢下摊位跑走。我自然不会放过机缘，立刻悄悄跟随在爱丽丝身后，很快来到秘境前。爱丽丝正幻想着获取机缘后变得无比强大，殊不知我以灵体状态一直跟在她身边。进入机械秘境，爱丽丝凭借记忆避开了所有危险，来到机械飞升池前。飞升池前有2瓶药水，爱丽丝上前拿起药水。机械神叶1可以提升觉醒者与机械飞升道路的契合度。爱丽丝毫不犹豫召唤出天赋机械人偶，一人服下1瓶机械神液。我看这一切并没有变为实体，我的目的只有机械飞升池。很快，爱丽丝吸收完毕，和机械人偶一起进入机械飞升池。我依旧在一旁观察，准备等爱丽丝去找其他宝物时进入飞升池。不久后，爱丽丝和机械人偶完成洗礼。竟然是你，给我滚出来！突然，爱丽丝发出机械般的呵斥，我的灵体顿时显化为实体。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进来，你信吗？我满脸惊恐，完全没料到爱丽丝洗礼后能发现我的存在。做个了断吧，小果。爱丽丝愤怒道。随后，机械人偶挥舞剪刀朝我袭来，我使用灵能转化躲开攻击。又是这招。爱丽丝轻笑，又是一道机械般的吼声传来，我再次被凝聚为实体。机械人偶再次发动攻击，我施展暴怒雷甲，成功抵挡了机械人偶的攻击。见状，我信心大增，立刻使用雷霆剑塔。爱丽丝慌忙向后躲闪，并操控机械人偶反击，碰撞卷起烟尘。烟尘散去后，我消失不见。不好！爱丽丝惊慌地盯着前方。操控类的异能，想来本体很弱吧？此时我已经来到她身后，随后一记雷霆剑塔踩出，爱丽丝整个人倒飞出去，机械人偶受影响倒在地上，失去动力。赌对了，我长出一口气。你惹恼我了，小果。突然，爱丽丝周身涌起银白光辉，与此同时，机械人偶也恢复动力。一道又一道薄如细丝的机械之丝围住我，锋利的丝线越来越密集。我立刻发动神之手。别挣扎了，你复制不了我的技能。爱丽丝冷笑一声，技能复制成功，但看到技能效果时，我傻眼了。机械人偶术制造和操控专属于自己的机械人偶，人偶需要配合其他技能使用，否则就是一堆废铁。难怪爱丽丝说我无法复制她的技能。此时，机械人偶也展出必杀一刀。突然，周围气温骤降，紧接着我被双翼冲出包围。这是神器，前世他怎么没使用过？不过我还是能制造更密集的包围圈。爱丽丝心惊，随后爱丽丝再次施展千丝杀阵，丝线相比之前更加密集。我不慌不忙取出雷霆魔龙枪，恐怖的雷霆之力扩散，瞬间瓦解了千丝杀阵。爱丽丝还没缓过神，我周身爆发出浩瀚水能量，深海之魂也出现在我手中，3属性力量猛烈爆发，机械人偶瞬间粉碎，爱丽丝也被震飞撞在墙壁上。晕过去前还在困惑我为什么会有3件神器，确认爱丽丝晕死过去，我来到机械飞升池旁观察。片刻后，我跃入池中，数秒后，一股力量仿佛要将我的肉身撕碎。回想爱丽丝洗礼时温和蜕变的过程，我心惊，为什么我和爱丽丝接受的洗礼完全不一样？我的肉身正慢慢机械化。此时不祥的预感传来，忽然我的意识穿梭来到一处散发着微光的黑暗空间。我发现无法回到自己的肉身，只好慢慢靠近发出微光的地方。突然一阵白光闪过，一颗机械主脑浮现在我面前。此时机械声从主脑响起，欢迎来到我的数据世界，被我选中的遗弃地之人，我是天命。遗弃地之人是什么意思？主脑回答：3大神国不敌鬼神，为保全人类遗弃了部分地域，这些地域就是遗弃地。我陷入沉思，主脑再次说话：我选中你是因为你特殊的体质，我可以帮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机械飞升，只要你愿意将意识上传主脑。上传意识有什么用？主脑回答：你会获得机械神国所有知识，可以保持绝对理性，不掺杂任何情感，还可以重塑机械永生不死并无限进化，磨灭自我意识与灵魂，成为一堆数据。这样的机械飞升不要也罢。我思索片刻道：只要我与你建立起联系，你会理解并成为天命的一部分。主脑露出真面目，话音刚落，一根根数据线向我刺来，我瞬间灵体化躲过攻击。主脑开始思考，未成神的灵能飞升者不能实现完全灵体化，灵能飞升池洗礼后不可能接受机械飞升池洗礼，你的身躯必须归我机械神国拥有。随着一阵滴滴声响起，设定修改完成，你无法再灵体化，放弃挣扎吧。机械主脑即将抓住我时，星耀在我本体前闪耀，我的意识瞬间被拉回本体。是你救了我吗？我望着漂浮的星耀，随后又低头看着自己机械般的身躯。我获得了新技能机械转化，可以让身躯在肉身与机械之间自由转化。此时爱丽丝苏醒，我朝她慢慢走去，微笑道：
请问你是怎么认识我的？我是北阴域来大地学府参观的，刷到你和风兰切磋的视频，所以知道你叫小果。爱丽丝顿时变得慌乱起来。那在煎饼摊怎么装作不认识我？是因为想一个人偷偷进秘境吗？原来他在煎饼摊就怀疑我了，得想办法把他骗走，再回来拿走剩下的神器。我听着心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爱丽丝。爱丽丝报上名字。我看你似乎对这机械秘境很熟，你来带我看看这秘境还有什么好宝贝。作为回报，我可以保护你，宝贝我们55分。根据我打探的消息，秘境只有这机械飞升池和刚才那2瓶机械神液。我原本也打算接受完飞升池洗礼就回去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再找找。说完，我随便朝一个方向走去。那个方向可没有任何宝物，走下去最终会绕回原点。等他离开，我就去旁边那条路拿走所有的神器，然后再找他报仇。此时爱丽丝心中冷笑，我听后立刻朝旁边的方向走去。爱丽丝瞬间呆住，连忙起身慢慢朝我走来。这个方向很危险，不能走。危险就对了，越危险的地方越有可能藏着宝物。我大笑道，眼看我离宝物越来越近。我太虚弱，不仅抢不了宝物，甚至可能像前世一样被他嘎掉。我要不先离开吧。突然我感受到成倍的重力压在身上，迅速后撤并询问正在犹豫的爱丽丝。你对前方那片区域有了解吗？前世就在这，他把我打成重伤，还把我当探路工具丢进这片重力装置影响的区域。此时爱丽丝回过神来，满脸惊恐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宝物我不要了，别丢我进去探路，我这就走。爱丽丝刚想转身逃跑就被我拦下，随后我决定逗逗她。那个发光的装置看起来像是导致重力变化的东西，你进去关掉它试试吧。完了，这一世的结局还是和前世一样。话音刚落，爱丽丝险些晕厥过去。看着爱丽丝惊恐的神色，我笑了笑，独自朝装置走去。机械化后重力影响小了很多。很快我来到装置前观察，随后按下开关，重力影响瞬间消失。我与重力装置建立联系，然后收了起来。此时爱丽丝还在一旁诧异地看着我，竟然没有把我丢进去探路，还愣着干嘛？进来平分宝物啊！我连忙招呼她，竟然还叫我平分宝物，这其中一定有诈。爱丽丝脸上表情更加疑惑，但片刻后她还是走到我身边。这个秘境是你发现的，我刚才已经拿到一个宝物重力装置，现在到你挑了。刚才决斗输给你了，我没有资格跟你抢宝物。爱丽丝隐隐感到害怕，同时心中回想前世一直遭受我的折磨。让你选就选，废什么话？我装作发怒，我选。爱丽丝双手抱头，浑身颤抖，随后她目光落在一根鞭子上。只剩下赤炎和打神鞭了，我得到打神鞭可以对付他的灵魂力量，但拿打神鞭他会觉得我有杀心，万一他暴露本性继续折磨我怎么办？犹豫间我上前拍了他一下。看你盯这个鞭子很久，你很想要这个？我一点也不想要，我要那对拳套。爱丽丝觉得我在试探，于是立刻回答，想要就拿去吧，赶紧看看这根鞭子有什么用。我拿起打神鞭递到他手上，这鞭子叫打神鞭，是专打灵魂的武器，机械神国为对付灵能飞升者专门设计的。爱丽丝拿着鞭子偷偷看向我，生怕我突然伤害她。最后一件宝物不太好分啊。我没想到爱丽丝竟然说了真话，随后盯着赤炎说道，我得到打神鞭就够了，那双拳套归你了，我不要。爱丽丝闻言立马表态，55分，我小果说到做到，拳套我们一人一只。我思索片刻后，拿起一只拳套扔给爱丽丝，自己研究起另一只来。赤炎有拳套、利爪和飞轮3种不同形态。他真的是我前世认识的小果吗？爱丽丝接住拳套，出神地看着我，收起神器后，我对爱丽丝说，既然你是来我校参观的，那就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爱丽丝看着神器，犹豫片刻后回答，心中仍是担忧。他会不会在路上找个地方把我嘎了夺宝？我现在没有力量反抗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我只能默默带着他走。回到学校后，爱丽丝觉得不可思议，居然没有害我，他好像真的和前世不一样了。我朝爱丽丝挥挥手，既然安全到学校了，我们就暂时告别吧。这2件神器你真的送我吗？等我恢复力量，是不可能还你的。爱丽丝突然喊住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微笑着说，随后转身离开，只留下爱丽丝一人呆愣在原地。第二天雷电觉醒场内，江寒一脸严肃，之前说的灵魂力量修炼课程今天开始，我会用特殊雷电技能对你进行灵魂力量特训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微笑着点点头。江寒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将雷电之力凝聚成雷电锁链刺进我身体。我浑身一颤，身体没有受伤，但灵魂却被锁链剥离出来。我就这样嘎了吗？望着被勾出体外的灵魂，我颤抖地说，小朋友，你没有嘎，这招叫怒雷魂印，能将灵魂中的一部分抽出体外，并造成极大的灵魂刺痛。我刚松了口气，下一秒江寒说道，接下来我会攻击你的灵魂，造成双倍的刺痛。特训正式开始。话音落下，一道落雷命中被拉出体外的灵魂，灵魂深处强烈的刺痛感传来，我紧咬牙关，浑身颤抖。紧接着一道又一道落雷从天而降，我开始怀疑江寒是在特训，还是准备借此嘎掉我。虽然不知道他的灵魂力量是不是异能天赋，
但这样的特训是绝对有效的。听到心声后，我放下心，随着一道道落雷劈下，我的灵魂变得比之前更加浑厚坚韧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我发现痛感正在一点点减弱，并且有种顿悟的感觉。江寒此时注意到我的变化，这是要觉醒新技能的迹象，他的天赋还是那么高。此时我周身涌起强大的灵魂力量，灵魂力量慢慢凝聚成龙卷风暴。我感受到体内多了一个灵能飞升能力类，灵体火花，灵能转化，灵能风暴赫然在临。灵能风暴，多谢老师，我又觉醒新技能。我激动道，看来我推测没有问题，他的确觉醒了新异能天赋，以后2种异能天赋修炼都不能落下。江寒露出欣慰的神色，听到心声的我感动至极。很快特训结束，和江寒打过招呼后，我转身离开。从训练场出来后，苏新月找到我，小果哥哥，快跟我去北门。我们这不是离南门食堂更近吗？我一脸疑惑，不是去吃饭，参加全球高等觉醒者大赛的大二生回来了，据说都是学院的佼佼者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苏新月一边拉着我走，一边说，此时大地学府北门聚集了不少学生，都是为了一睹那些精英的尊荣。你听说了吗？学府最强的10位大二生都会回来，我们大地学府拿到第2了，可惜决赛没打过北阴域。我和苏新月早就来到了人群中，有小果哥哥这样的天才，我们这一届绝对能稳压北阴域。苏新月骄傲地说，新月你也要好好努力。我微微一笑。此时一辆校车停在门口，10人从车上走下来，其中一名学生正在观看你和风兰的切磋视频。一个女生凑过去，雷动还在为江寒老师不收你为徒耿耿于怀呀，你这是在嫉妒小果学弟吗？莫惊鸿，你想打架吗？雷动皱起眉，其余几人见状上前阻拦，2人就此作罢，朝校内走去。突然旁边一个新生看着我说道，这不是小果吗？没想到他也来北门凑热闹。周围学生纷纷议论起来。此时雷动顺着新生的目光一眼锁定我，下一秒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周身释放雷电之力压迫着我。你就是小果？我微微连起眼睛看着雷动，他怎么对我抱有这么强的敌？总不能也是原主辜负过的人吧？一旁的苏新月见状皱起眉头，立刻释放出极寒灵，雷动周身的雷电仿佛受到压制开始变弱。想欺负小果哥哥，我苏新月第一个不答应。感受到被隐隐压制的雷动脸色难看，周围学生议论纷纷，我也从中知道了来者的身份。新月收起领域吧。我拍拍苏新月，让他收起领域。不知雷动学长找我何事？我刷到视频，并且听说你是最强新生，所以手痒想找学弟你切磋切磋。我 SS 阴阳双雷的雷属性异能江寒都不愿收徒，你凭什么？我要暴打你一顿，让你和江寒颜面尽失。雷动心中阴狠，我看出雷动并没有说真话。原来雷动学长是想找我切磋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我心里盘算着怎么报他释放雷霆压迫我的仇。此时其余9位大二生走来，雷动，你27级打一个15级新生，有点不要脸吧？是他想跟我切磋，我等会儿肯定会留手好好指点他的。雷动嗤笑，学弟，你确定要和他切磋吗？他可是大二里排名第10的觉醒者。永宇上前对我说，是的，我确定。其余几人听后也不再说什么。随后几人来到风铃竞技场，我发现风兰在不远处向我招手。和前世一样，小果接受了与嫉妒心作祟的雷动切磋。前世小果可是被虐惨了，不知道这一世结局怎样。心声传来，我有什么值得雷动嫉妒？我不禁眉头一皱。小果学弟请吧，我允许你先动手。此时雷动笑着对我说，这可是你让我先出手。我微笑道，直接复制对方的阴雷打出。他只听说过我能复制技能，从未想过复制后的技能威力更加强大。雷动面色突变，此前轻敌的雷动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雷爆声响起，雷动在阴雷侵蚀下连连咳血，周围的学生一阵惊呼，15级打27级，竟然一招就打伤对方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还以为你等级高，一定能接住的。我现在就送学长你去医务室。我假装惊慌失措的样子，不用，刚刚是本学长大爷，接下来我好好指点你。雷动怒火中烧，话音刚落，烈阳一般的耀眼的阳雷朝我袭来，我使用灵能转化躲开攻击，同时一记威力更强的阳雷打出，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雷动浑身遍布灼伤的痕迹。切磋点到为止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雷动学长，我淡淡说道。看来学长我该稍微认真一点了，学弟小心了。雷动越来越压不住怒火，随后雷动使出攻击最强的阳雷焚天。这超阳不错，学长你也尝尝我。我见状嘴角上扬，阳雷焚天在我身前凝聚成更加恐怖的焚天之雷，2道阳雷碰撞在一起，我的技能瞬间将雷动的技能粉碎，然后快速朝雷动飞去，阳雷焚天落下。雷动衣衫褴褛，摇摇晃晃站在场上，失去意识前恍惚间见我身边经过。天赋很好，可惜心性不行，难成大器，倒是浪费了这天赋。说完后，我突然停住脚步，好像摸到了16级的门槛。此时江寒也来到竞技场，既然摸到了晋升的门槛，就快尝试突破吧。我点点头，最后盘膝坐下开始突破。很快在周围观众注视下，我成功突破，复制栏也提升到了4个。场下永宇对其余几人说道，我亲自送雷动去趟医务室，
你们报到时跟负责的老师说明一下情况。恭喜小果哥哥突破16级。苏新月激动地跑到我身边，我正准备说话，江寒走过来对我说：“小果，你先跟我去一下雷电觉醒场，涉及神之手有些事，我得和你单独谈谈。谈完，你再和你的小女友亲热。我跟你们一起去，我要在雷电觉醒场外边等小果哥哥出来。”苏新月闻言说道。说罢，我们3人离开风铃竞技场，来到雷电觉醒场。江寒用雷电之力封锁整片区域，确保谈话不会被偷听。你突破16级，感觉到能力有变化吗？我假装探查身体情况，随后露出惊喜的神情。老师，我似乎可以复制4个技能。为师刚才就看出来了端倪，这才带你来检查身体状态。江寒得意地说。突然，江寒严肃起来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，你知道为什么雷动今天一回来就盯上你吗？不知道。我摇摇头。去年他拜我为师，我拒绝了，而你是我江寒的第1个学生，他自尊心受挫，所以找上了你。江寒叹了口气。原来如此。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，排名第10的雷动都是 SSS 几天，难道前10名都是 SSS 几天？并不是，雷动这一届学生只有3个 SSS 级觉醒者，分别是永宇、雷动、莫惊鸿。雷动排第10名，是他心性太差，浪费了天赋。江寒听后耐心回答。我听后陷入沉思。苏新月的心声提到我在不久的未来会夭折，神之手天赋很逆天，但还是没成长起来就嘎了。未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确认江寒没其他事后，我出门跟着苏新月一起离开。晚上，我和楚云飞走出食堂，准备回寝室，熟悉的心声传来：“我等你很久了，玷污我身子的人渣。”我顿时心惊，而王嫣然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。楚云飞很识趣的道：“我想起来还有其他事，不打扰你们玩了。”随后一溜烟跑开。学弟，我加你好友，你怎么不同意？王嫣然面带笑意问我。学姐，我忘了。我硬着头皮回答。不跟你计较了，今天不至于又肚子痛了吧？我们好好聊聊。王嫣然笑道。这倒没有，不过学姐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苦笑道。去烈焰觉醒场地，今晚那里就你我2人促膝长谈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等到了烈焰觉醒场地，你就死定了。王嫣然心中却杀意迸发，我冷汗直流。王嫣然是大4学生，我现在没有把握赢她。今天和雷动的切磋神之手还在冷却，想到这，我硬着头皮伸手搂住王嫣然的腰。反正要嘎了，我豁出去了。你干嘛？王嫣然娇躯一颤。学姐不是要和我促膝长谈，我先适应一下。我坏笑道，搂得更紧了。前些天看你还挺害羞的，没想到你这么主动。禽兽，等会我让你体验到什么叫生不如死。王嫣然微笑道。心中却怒火中烧。路上我大脑飞速运转，思考对策。很快我们来到烈焰觉醒场，此时莫惊鸿路过，目睹了这一幕。这么晚了，小果和王嫣然学姐在这干嘛？好奇心驱使下，莫惊鸿跟了进去。场内王嫣然对我说道：“小学弟先别急，今天来这除了想和你彻夜长谈，还想在这之前指点你。”这不太好吧，学姐？你大4，我大1，就算你留守，我也有可能被打成重伤。王嫣然周身烈焰涌动。小学弟放心，我会好好关照你。王嫣然起手一招全力出手的凤凰烈焰，巨大的压迫感袭来，我立刻发动神之手，施展相同但威力更大的技能。复制我的技能只会让我更加强大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随后王嫣然开始吸收我施展的凤凰烈焰，伴随一声凤鸣，2团火球合2为1，并飞速朝我袭来。我立刻变为灵体躲开这一击。你这招能虚化的技能很有意思，不过接下来这招可就躲不开了。说罢，准备再次放出杀招。这时一道兴奋的声音响起：“学姐学弟，我刚才路过，还好奇你们这么晚来这儿干嘛？原来是学姐在指点学弟修炼。”莫惊鸿走进来。该死，怎么会有人来这？王嫣然立刻收出技能，我见状迅速拉开距离，跑向莫惊鸿。学姐，我刚才差点被打死，你来评评理。莫惊鸿微笑道：“学弟说笑了，嫣然学姐经常指导我们，下手一向有分寸，绝对不会真伤到你。”不好意思，学弟吓到你，但我真的不会伤害你。今晚只能算了，不过我不会罢休的。王嫣然心中愤怒，我松下一口气。莫惊鸿看着我说：“看你这样子被吓坏了吧，我送你回宿舍吧。”我连忙点头答应。王嫣然也就此作罢，转身离开。第2天雷电觉醒场内，我和江寒照常进行特训。经过一晚上思考，我想到了应对王嫣然的方法。我决定复制江寒的禁咒技能来自保，即便王嫣然实力强，也顶不住金字塔顶端的技能。想到这，我放下心来特训。一上午过去，特训结束，江寒很满意特训结果。这样下去，这小子很快就能突破17级，神之手的冷却时间会缩短到6小时，估计学期结束就能达到20级，到时候复制上限会变为5个。从新生中了解到天赋发展信息，我越发期待接下来的特训。随后我发动神之手复制紫雷震天，谁知江寒突然大吼：“臭小子，你刚才是不是复制了我的禁咒技能？”没有啊，我心虚的答道。江寒皱着眉头：“这小子以为我不懂神之手如何复制技能吗？前世他就是这样复制了我的技能，在我不备之时对我使用。”听到心声，我连忙尴尬的笑：“老师，我的确复制了你的紫雷震天。紫雷震天破坏力与杀伤力极强，你复制它想干什么？”
避免再被江寒误会要害他。我连忙解释道：“老师，你还记得王健吗？被我打伤后，他的表姐王嫣然来找了我2次，我昨天还差点被他打死，所以我想复制你的禁咒技能自保。有个禁咒技能防身也好，不过要是让我知道你用它作恶，绝不轻饶你。”江寒面色复杂，但不再有杀意。我点头向江寒保证：“老师放心，我要是利用他为非作歹，任凭你处置。”出训练场后回到宿舍，我收到苏新月的消息：“小果哥哥，对不起，今天老师拖堂，所以不能一起吃午饭了。”我正准备回复，王嫣然发来消息：“小学弟，抱歉，昨晚吓到你。中午我请你去校外吃好吃的，给你赔不是。我现在在你宿舍楼下。”我心一惊，连忙给楚云飞发去消息：“你回来如果见到昨天的学姐，跟她说我不在。”随后给苏新月发去消息：“没事儿，我已经吃过了，晚上我有事儿不陪你了。”很快，楚云飞回到宿舍，我连忙询问情况。楚云飞如实回答：“我按你说的告诉他，你不在寝室了。”听到楚云飞的回答，我长出一口气。随后我在宿舍躺了一整天休息。到了第2天，我照常来到雷电训练场。经过1天的休息，此时我精神饱满，还发现体能极限似乎得到了极大提升。江寒见状露出微笑：“昨天特训有效，他的体能上限在高强度特训下显著提升。”我一阵感慨，随后问道：“老师，今天的特训什么时候开始？”今天的课程是实战训练。江寒回答道。我闻言追问：“又是和雷电暴怒熊对战吗？”这次是和人对战。江寒摇摇头，我下意识后退：“不会是和老师你对战吧？”江寒笑起来：“不是我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”几分钟后，10几个大一新生走进来，苏新月也在其中。你今天的实战对象就是苏新月，不能轻敌，但记住，切磋点到为止。江寒对我说道，然后转头跟苏新月说了几句。很快，苏新月走到我面前：“小果哥哥，你可要小心了。”随后立刻释放极寒领域，顿时整个雷电觉醒场地温度骤降。领域是苏新月前世神道异能的感悟非技能，我无法复制，但我仍然有十足的信心能战胜它。下一秒，苏新月头顶撕裂出一道玄冰之门，紧接着一道玄冰剑身缓缓从玄冰之门冲出。我眼神一沉，之前从未见苏新月用过这招。小果哥哥，不好意思，我突破16级了，这是我结合前世学会的神道领域技能冰封。苏新月露出得意的神色，我深深吸了口气，而江寒在一旁双眼微眯。这个技能竟然触碰到了神道领域，重生带来的变数太大。我立即发动神之手复制冰封。苏新月笑了一声，心声传来：“小果哥哥，神道领域技能你是无法复制的，输给冰神重生者不丢人。”果然，下一秒我发现技能复制失败，并失去一次复制机会。我眉头紧皱，刚才明明能看到技能的复制信息，我就不信了。随后我再次复制，结果仍旧是复制失败，并失去一次复制机会。此时冰封正慢慢逼近，我一咬牙，不能用紫雷震天，我必须复制成功。随后我发动最后一次复制。冰封一旦施展是收不回来的，小果哥哥，你快躲啊！苏新月快急哭了，江寒皱起眉头，这孩子怎么还在钻牛角尖？看来我得出手阻止了。突然，我周身爆发强烈的灵能飞升气息，随我复制技能的渴望增大，周身的气息也愈来愈浓郁。这一幕让我想起在灵能飞升池的遭遇。灵能国神明嘎前说这是至高灵魂心境状态，只要意念足够坚定，这个状态下就能获得所想之物。我连忙控制意念复制冰封，伴随着一道灵能之光闪耀，我成功复制了冰封技能。紧接着头顶撕裂出一道玄冰之门，同样的玄冰剑身冲出。他竟然复制了神道领域技能，打破了前世神之手的禁忌。江寒愣在原地，我微微一笑，注视着前方，两个冰封碰撞在一起，霎时间整个雷电觉醒场席卷起凛冽的寒冰风暴。江寒出手撑起屏障，保护其他学生。此时我化为灵体，悄然出现在苏新月身后，灵体火花瞬间出手。而同一时刻，苏新月周身绽放出寒冰莲花，挡住灵体火花的同时，把我的灵体状态震出。小果哥哥，我是故意引你上钩的。苏新月笑起来，下一秒冰莲化为一片片花瓣朝我袭来，来不及躲开，我转眼被包围在冰花中。苏新月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，我立刻使用暴怒雷甲挡住冰花，弯起嘴角对苏新月说：“新月这下可能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”随后一记雷霆剑塔发动，苏新月顿时头晕眼花向后倒去，我连忙上前接住他。小果哥哥，果然还是你更强。战斗结束，场下爆发激烈的欢呼与讨论。江寒上前检查苏新月的伤势，好在并无大碍，只是体力消耗太大。苏新月吵闹着自己没事要和我一起去吃饭，我无奈只能带着她去到西门小吃街。一路上苏新月买了很多吃的，两人有说有笑，边走边吃。很快到了中午，我们准备回去，突然一个黑衣男子朝我们走来，危险气息扑面而来。这是灾厄之地魔物才有的气息，怎么会出现在学校附近？苏新月心一惊，我听到心声后皱起眉头。就此止步，别怪我没提醒。黑衣男子咧开嘴，渗出黑气。大地学府
的学生，给你们2个选择：加入我们或者嘎。话音刚落，黑衣男子身上的魔物气息尽数爆发，我立刻发动暴怒雷甲 ，SSS 级异能的气息又能饱餐一顿了。黑衣男子发出诡异笑声，随后放出狰狞的鬼脸朝我扑来。苏新月见状，神色一沉，可恶，体力没恢复，还没办法释放技能。我顶着暴怒雷甲严阵以待。苏新月朝我大喊：“小果哥哥小心，他会侵蚀你的雷甲。”下一刻，魔物气息并未造成实质伤害，但开始渗进暴怒雷甲。我脸色惊变，连忙解除暴怒雷甲，转化为灵体，试图躲避攻击。黑衣男子见状，更加兴奋，朝我灵体扑来。在恶之地的魔物都会灵魂攻击，不能用灵能转化对付他。苏新月连忙提醒，然而鬼脸已经扑在我身上。苏新月吓得脸色惨白。突然，我周身爆发灵能飞升之光，黑衣男子顿时吓得往后退。我见状，信心大增，灵体火花飞射出去，触碰鬼脸，瞬间爆发比平时更大的威力。难道灵能飞升之力是灵魂形态魔物的天然克星？我目瞪口呆，我不再犹豫，再次丢出灵体火花。很快，鬼脸被烧成灰烬。黑衣男子见状，转身逃跑。接下来到你。我咧嘴大笑，随即释放灵能风暴。风暴裹挟巨大的灵魂能量朝黑衣男子袭去，巨力拉扯下，黑衣男子一点点被吸进灵能风暴。不要！我好不容易找到的躯体，最终绝望的呼喊，下一秒就化作一滩飞灰。灵能飞升之力真的是魔物的克星。我欣喜地看着这一幕。苏新月连忙上前询问：“小果哥哥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，我们得赶紧回学校把这里的情况上报一下。”我回答。苏新月点头跟我一起离开。此时旁边一栋楼内，一个同样沾染魔物气息的男子盯着我们，随后大吼一声，下一秒几个同样沾染魔物气息的人出现。刚才那个学生会成为此次行动的阻碍，今晚嘎了他，切记不可惊动学府里的高等级觉醒者，尤其是江寒。回到学校后，我和苏新月第一时间找到江寒，把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。看来你并没有嘎掉那个魔物，只是嘎掉被他附身的人类罢了。江寒露出凝重的神色，随后陷入沉思。前世我明年就嘎在逆徒的手中，但这期间并没有魔物入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算没嘎掉他的本体，短期内他应该也不会再来作乱了。我问道。江寒思索片刻后说：“从你描述看，他是个高阶魔物，附身的躯体太弱，无法发挥全部力量，才被你嘎掉。就是说帝都还有其他被他附身的人前。”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江寒皱起眉头：“你嘎掉附身目标，肯定影响了他们的计划，他们很可能已经盯上你了。老师，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啊！”我连忙向江寒求助。江寒咧嘴一笑：“你主动现身吸引他们，我在暗处保护你，一旦他们出现，就一锅端。”老师，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啊！我颤抖着答应。夜幕悄然降临，我戴着耳机在学校里闲逛，逛了半天也没魔物现身。有魔物的魔气，但很隐晦，看来是害怕惊动高等级觉醒者，不敢在学校动手。耳机内江寒说道。我掏出手机打字回复：“那怎么办？”“出学校往偏僻的地方走，最好是没摄像头的地方。”江寒叹了口气，我冷汗直流回复道：“我感觉你在坑我。”我一直用手机与江寒交流，全程都没有听到他的心声。尽管觉得江寒有点不靠谱，但我还是走出了学校，并开始往偏僻的地带走。你被盯上了。耳机传来江寒的声音，我打字问道：“是你说的那条大鱼上钩了吗？”大鱼暂时还没有发现，是帝都觉醒战团那帮家伙，应该是知道了今天的事，想跟着你吸引出魔物再现身。大晚上怎么都想拿我当诱饵？我一阵无语。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，他们按捺不住了。小虾米你自己解决，我等大鱼出现再帮你。祝你好运。我听完语音的同时，数道诡异的魔物气息出现，并朝我快速侵袭而来。我正愁今晚的郁闷没地方发泄，沸腾燃烧的灵能之火分裂出数道，分别朝那几道魔气来源袭去。火花碰到魔物，瞬间尽数焚烧。刚想询问江寒大鱼何时才会出现，一股胆寒的恐怖魔气毫无征兆扑面而来。这群魔物侍从真是废物，连一个16级的低等级人类觉醒者都解决不了。街道尽头，一个浑身魔气的黑衣男子出现，样子和之前的黑衣男子一模一样，但却让我感受到极大的压迫感。大鱼出来了，你人呢？见江寒没有出来，我直接发了一句语音。一直秒回的江寒此时却没有任何回应，我顿时压力倍增。黑衣男子释放出狰狞鬼脸，每一具附身身体送进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。白天那个最弱躯体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你嘎了，我直接施展出灵能风暴，暴涨数倍威力的灵能风暴与鬼脸碰撞在一起。虽然灵能飞升之力很克制魔物，但巨大的等级差距还是让灵能风暴显得不堪一击。片刻后，灵能风暴被鬼脸撕碎。我会好好享用你的灵
灵魂和肉身，我伟大的计划将会更接近成功。我眼神一沉，江寒迟迟不现身，我当即决定施展紫雷震天。然而紫雷震天竟然被打断了，整个街道下起繁盛花雨，鬼脸被繁盛的花瓣洞穿溃散，耳边响起一道低语：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禁咒会牵连无辜的人。点点花瓣如同雨滴一般洒落在我身上，花瓣涌入体内，片刻间我消耗的体能全部恢复，而黑衣男子却在花瓣环绕下炸裂开来。一位身姿曼妙的女子伴随着花瓣出现。小果学弟，今晚多亏你现身当诱饵，我追踪这个魔人很久了，今晚总算是让他伏诛了。你是谁？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眼神警惕地看着她，女子柔眉一笑道：我叫花雨飞，刚从大地学府毕业1年，现在是帝都觉醒战团第5分队的小队长。你最近很出名哦。多谢学姐出手相救。想起江寒的话，我对花雨飞的警惕少了些。花雨飞嫣然一笑：我不过是阻止你施展禁咒技能，顺带解决这魔人罢了。你的禁咒技能是复制江寒老师的吧？花学姐果然聪明，不过学姐竟然能打断我施展禁咒，莫非……我可没本事打断禁咒技能，刚才我消耗一件超位禁器才阻止了你的。花雨飞笑道。我连连夸赞花雨飞的实力，突然她连连咳血。花学姐这是怎么了？我赶紧上前搀扶。花雨飞解释道：催动禁器极其损伤身体，引起强烈的副作用，我回去休养一下就好了。抱歉学姐，你们觉醒战团在这附近有分部吗？我送你回去。我连忙道歉。花雨飞微笑道：是我错估了局势，逼得你施展禁咒技能搏命，我直接把定位发给你。花雨飞拿出手机定位后递给我，我接过手机打算送花雨飞回去养伤时，黑衣男子缓缓爬起：你们今天走不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竟然没嘎！花雨飞脸色一沉，男子猖狂大笑：你和这具躯壳都是80级，就算你再强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嘎掉我，我还得谢谢你打断了禁咒，不然我早已经灰飞烟灭了。狰狞的鬼脸再次升腾而起。你快走，别管我，去学校找江寒老师。花雨飞对我轻声道：我倒是想请江寒动手，只可惜江寒老师一直没有回音。我并不惧怕，黑衣男子此时被重创已是强弩之末，灵魂力量不见得没效果。当即我立刻释放灵能风暴，就算你灵魂力量特殊，我也不是你一个10几级的觉醒者能够抗衡的。黑衣男子大笑，随后鬼脸朝我飞速袭来。突然黑衣男子脸色一僵，灵能风暴轻而易举将鬼脸撕裂并朝他袭去。怎么会如此强悍？这具身躯还不能嘎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不，随后在惨叫声中，黑衣男子灰飞烟灭。他的灵魂力量居然这么强！花雨飞一脸震惊，随后再次咳出血。我送你回去吧，学姐。我连忙上前扶住他。花雨飞点点头，随后我搀扶着他朝定位走去。和花雨飞分别后，我打开手机，犹豫片刻，给江寒发了一条消息：说好的你出来将魔物一锅端，你人呢？此时江寒立刻语音回复：臭小子，你不活得好好的吗？我更加肯定江寒想起前世的事，所以不管我。郁闷之下，我不再回复消息，回到宿舍睡下。此刻手机另一头，江寒正站在一条阴暗通道口，通道口大门有着智能锁系统。原来江寒确认我安全后，追寻着魔物气息来到这里。人脸验证失败，检测到闯入者。江寒释放毁灭紫雷，瞬间摧毁大门。我说了一锅端，就肯定会把你们一锅端了。为首几个附身的魔人看着监控画面，怎么会是他？就算我们真身亲临联手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附身的身躯还有重要任务，赶紧逃！江寒朝监控摄像头投去充满寒意的目光，瞬间雷电摧毁了所有摄像头。几个魔人还没来得及商议对策，大厅大门就炸裂开来，紫雷光柱射出，将魔人尽数贯穿。江寒走入最后的据点大厅，搜集起情报。想进入帝都下镇压的魔木吗？可前世到霞魔木都没有任何动静，看来又是重生的影响，得做好魔木开启的应对准备了。随后江寒转身离开。第二天雷电训练场内，我顶着黑眼圈照常来上课。你小子是没休息好吗？江寒打趣道。废话，你去吸引魔物，然后自己全解决试试。我没好气道。江寒皱起眉头问：你生气了？昨晚我看那魔物重伤，你一人也能应付才离开的，我自己把魔物的据点灭了，你竟然还生我气。江寒心中咒骂，我听到心声后一愣，片刻后江寒解释出原因，我假装不知情听下去，随后笑着说：我没生气老师，我就是没休息好。课外话题就先到这儿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特训吧。江寒盯着我看了半天，随后开口道：我还没做好准备，灵魂的一部分已经被拉出去。紧接着又是一道道落雷从天而降，我咬牙默默承受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感受到灵魂在向中心汇聚，像是要冲击什么。突然顿悟感涌上心头，我立刻进行参悟。此时灵魂力量不断向中心汇聚，江寒也时刻关注着我的状态。汇聚的灵魂力量慢慢缩小，却蕴含着远超以往的灵魂之力。很快我睁开双眼，江寒露出困惑的神色。小果小朋友，你这次学会了
什么新技能？新技能叫摄魂，可以影响人的心神。我如实回答。江寒沉思片刻，对，我施展你的新技能看看。我点点头，随后释放摄魂，周遭的灵能飞升之力汇聚成光球并绽放。同一时刻，江寒身体猛然一颤，好强的灵魂攻击！我一个顶级觉醒者，竟然有心神失守的危险。紧接着，江寒双目渐渐失去色彩，我呆在原地，望着江寒呆滞的眼睛。我用手指戳了戳他。老师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确认江寒心神失守后，我玩性大发，掏出手机在他的脸上捏出鬼脸，然后拍照。片刻过后，我看着照片哈哈大笑。突然，充满杀意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：“你玩够了没？”老师您醒了啊！我尴尬地笑着。江寒皱着眉头，这臭小子竟然趁我心神失守欺负起我来了。看来我也得锻炼一下灵魂，研究一些抵抗手段了，不然以后很危险。江寒没好气地说：“这次就算了，臭小子。鉴于你的灵魂力量再次蜕变，之前的特训取消，总算可以摆脱这种魔鬼式特训了。”我露出激动的神色。江寒疑惑道：“你小子在高兴什么呢？新的特训方案可比旧的强度大。那老师慢慢想新方案，我先回去等你的好消息。”我愣住了，随后转身想溜走。我已经想到最新的特训方案了，泡澡。江寒笑着拦住我，我顿时傻眼了。怎么泡澡？江寒咧嘴笑道：“雷池泡澡，好好享受吧。今天上午的课还长着呢。”话音落下，江寒手一挥，以雷霆之力凝聚出雷池池子。不等我回答，直接把我丢到池子里。我险些被电得当场昏厥，立刻释放暴怒雷甲，但暴怒雷甲仅仅支撑数秒就粉碎了。接下来暴怒雷甲每被破坏，我就重新凝聚，以此缓解压力。一旁观看的江寒欣喜：“臭小子悟性不错，我还没提示就知道该怎么应对了。”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发现暴怒雷甲持续的时间长了一大截，肉身强度在雷霆洗礼下也极大提升。就在我逐渐适应雷池时，耳边响起江寒的低语：“适应的挺快吗？再给你加点料吧。”下一秒，灵魂被拉出体外，一同浸泡在雷池里。老师，你是魔鬼吧？我忍不住大叫。江寒淡定地站在一旁。这下一个特训兼具以前3种特训效果，加油哦！接下来的时间，惨叫声连绵不断，我再也扛不住雷电之力，连忙释放雷鸣狂暴，但增幅速度与攻击对抵抗没有起到作用。随后施展灵能转化也毫无作用，我再次施展雷电之墙，这次成功抵抗住雷池洗礼，但数秒后雷电之墙破碎，我再次重复施展过程。半小时后，我已经筋疲力尽。江寒见状走上前，差不多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此时我感应到全身上下都有显著的提升，于是开始思考怎么多坚持一会。我不出来。江寒皱起眉头，心想：不会是在埋怨我突然把他丢进雷池吧？我可是为了锻炼你，现在到了极限，继续待下去会受伤的。随后大吼：臭小子，给我出来！再待下去就真受伤了。我依然不动弹。江寒见状，准备撤掉雷池，突然看到我的身体发出荧光，躯体渐渐机械化，这副身躯强度得到了极大提升，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？江寒一脸震惊。我感受着身体状况，惊喜发现机械之躯竟然能完美抵御住雷池洗礼，但机械飞升之力几乎没有锻炼，无法在雷池中长期维持。片刻后，机械身躯被打回肉身，我再次凝聚，重复这个过程。江寒见状也不再阻拦，很快机械之躯无法再施展，本体暴露在雷池的瞬间，江寒撤去雷池。今天的特训远超预期，不过变成钢筋铁骨的技能是哪儿学来的？确认我没受伤后问道。和灵能转化一起学会的，只是之前一直没使用，这次试试，没想到雷池也能锻炼机械转化技能。我回答道。江寒半信半疑，原来是这样，先去休息吧，今天特训强度过大。我点点头，随后飞速离开。接下来的2天上午仍然在雷池洗礼中度过，我已经完全适应了雷池洗礼。这天江寒对我说道，接下来直接进入第2阶段的雷池洗礼。小果在雷池里泡澡正开心呢，突然听到江寒这话，我顿时惊得浑身一个激灵。还有第2阶段。第2阶段的雷池洗礼会额外加上落雷，并且落雷和雷池的威力提升2倍。江寒咧开嘴笑，话音刚落，我被一把丢入雷池。我跟你没完！我破口大骂，随后立刻释放机械之躯，暴怒雷甲与雷电之墙。特训进行中，惨叫声不断。江寒拖着下巴沉思，适应的比之前更快了，再过几天就能开启第3甚至第4阶段的雷电洗礼了。这苦日子何时才能到头？听到心声的我心中哀嚎，在惨叫声中特训结束。今天的特训结束，往后3天你暂时不用来了。江寒微笑着说，我闻言愣住了。3天不用来上课？你已经连续高强度特训很久了，给你放3天假。江寒解释道，我要回雷鸣殿一趟，问问魔木的封印和魔物入侵帝都的事，好提前做准备。江寒心中叹气，我心中疑惑，魔木的封印是怎么回事？语气兴奋地说，谢谢老师给我放3天假，我会好好休息的。随后离开训练场，
出训练场后，苏新月走到我身边。小果哥哥，训练结束了吗？新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江寒老师给我放了3天假。我开心地说。苏新月闻言也激动起来。那太棒了！这段时间周边城市的冰雪秘境要开启了，这次可以带小果哥哥一起去。秘境里的冰魄水晶对我的异能天赋提升极大，前世因为寻找修复神魂之法错过了，这次我一定要得到它。苏新月心中盘算起来，随后对我说：“那我们明天一起去岭南古城玩玩吧。”好啊！听见心声的我立刻答应下来。夜幕降临，我和楚云飞来到一家饭店，要出远门也不提前跟我说，这顿我请。楚云飞拍拍胸脯说道。我笑了笑，这不是临时决定的吗？突然手机响起，风兰发来消息：小果，我们再约一次切磋。我要和苏新月出远门几天，没时间。我打字回复道。宿舍内风兰很郁闷，这段时间找小果约时间切磋，都被他找理由拒绝了。不过也好，趁这段时间得去寻找前世的机缘了。饭店内我关掉手机，不再理会楚云飞一顿八卦。突然他指着门口，那不是之前约你好几次的学姐吗？闻言我看向门口，王健和王嫣然向店里走来，很快2人在我们附近坐下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低下头，突然心声传来，这个人的背影怎么这么像小果？我闻言立刻叫楚云飞低下头，别被看到。可惜已经晚了，心声再次传来，这不是那天小果那个舍友吗？这个背影果然是小果那个流氓，今天盯住你，看你怎么跑。接下来我没了再吃饭的胃口，中途想跑，但是王嫣然已经死死盯上我了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越来越慌，最后不管3七21向楚云飞使眼色。我们侧着走，别让王嫣然和王健发现。楚云飞一脸疑惑，但还是跟着我离开了。王健并未发现我们，但王嫣然不一样。表弟，我有急事要处理，先走了。随后不等王健说话，就快速朝我追来。出门后，我拉着楚云飞一路狂奔，直到跑进地铁站门口才停下。不就是打了一顿未来小舅子，至于你跟王嫣然解释下，相信可以调解的。楚云飞气喘吁吁地问我懒得跟楚云飞解释。我们现在就坐地铁回学校吧。随后拉着楚云飞走进地铁站，然而经过一个拐角处，我们正好撞见王嫣然。与王嫣然四目相对后，我拔腿就跑。王嫣然愣了一下后，立刻朝我追来，只剩下楚云飞呆愣在原地。小果兄弟，你只能自求多福了。很快王嫣然追上了我。小学弟干嘛见到我就跑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上次切磋我有点心理阴影，我能不能先回学校？我冷汗直流。王嫣然面带微笑说，难得在外面偶遇，这是缘分啊，别急着回去嘛，就在这附近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你解决。王嫣然心中却杀意四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好在江寒走之前让我复制了禁咒技能，并且这次复制的是单体目标的紫魔雷域，我不会坐以待毙的。随即搂住王嫣然，那学姐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玩？这附近有家蛋糕店，我经常去，很好吃，我们去那儿吧。王嫣然强忍着怒火说道。我笑着说，好啊，那就麻烦学姐带路了。马上就要经过那条偏僻的巷子，趁没人一把火烧死他。王嫣然装模作样带我走着，此时有禁咒技能加身的我云淡风轻。越靠近那条巷子，王嫣然的怒火越难以遏制，开始浑身颤抖。很快我和她走进巷子，王嫣然手中瞬间凝聚烈焰，我也第一时间准备施展紫雷魔域。突然一个手持相机推着自行车的男子走进来，我们今天就在这露营了，明天再继续出发。这里怎么有一对小情侣？男子看上去似乎是个骑行博主。王嫣然看见相机，立刻灭掉手中的火焰。该死，怎么每次计划都被破坏？我长出一口气，笑着说，学姐，你手里这团火焰是怎么回事？学弟，这是学姐给你做的烟火礼物。王嫣然尴尬地笑着，说着那团火焰释放成一团美丽的烟火。谢谢学姐。我大笑道。走出巷子后，接下来没有再经过偏僻的地方。很快我们来到蛋糕店门口。嫣然学姐是这家吗？闻起来好香。王嫣然只能无奈笑着点点头。走进店里，老板笑着问，王小姐你来了，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？这是我学弟。王嫣然连忙解释道。随便点了一个蛋糕后，我们站在前台等待。突然我看到柜台架子上渗出一丝黑气，再认真看时黑气又不见了。我不禁皱起眉头，立刻使用灵能飞升之力探查。片刻后我瞪大双眼，探查下我发现整个蛋糕店都散发着魔气，而魔气来源正是蛋糕店老板。我增大灵能飞升之力继续探查。就在这时魔气爆发，蛋糕店瞬间化为布满蛛丝的魔窟，老板显露鬼面火灵珠的身形。可口的 SSS 级火属性异能人类灵魂，没想到他还带了一个 SSS 异能的人类。为了他那么多注入火灵魔气的蛋糕，今天该收网了。我望向柜台，原本漂亮的蛋糕现在冒着蓝色魔气。小果学弟，你怎么了？王嫣然说话将我拉过身，我连忙拉着王嫣然向外走去。学姐快走！王嫣然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老板瞬间变成鬼面火灵珠的原型。别走嘛，留下来玩玩吧。店门口，
变成了一道石墙。吃了我那么多蛋糕，也该回馈我了。话音落下，王嫣然身体燃起幽蓝火焰，脸色阴沉到了极点。这不是魔木的神境魔物鬼面火灵珠吗？距离魔木开启还有一段时间，这种魔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我还没成神对付神境魔物，胜算几乎为零。神境魔物岂不是只有神级觉醒者才能对付？听见心声，我顿时冷汗直流。王嫣然咬牙看着鬼面火灵珠，你在蛋糕里加了什么？加了点我的火灵魔气而已，也会由内而外被点燃，变成我的养分。说着，鬼面火灵珠发出瘆人的笑声，朝王嫣然射出3道火灵魔气球。给我点时间，我能吞噬掉火灵魔气，可是没时间了，难道我要嘎在这里了？王嫣然此刻因魔气灼烧无法动弹，闻言我立刻上前抱起王嫣然躲开攻击。嫣然学姐迅速化解火灵魔气，我来帮你拖住她。随后我将王嫣然放到一边，主动对鬼面火灵珠发起攻势。王嫣然不再犹豫，立刻开始吞噬火灵魔气。我发动雷霆践踏，命中鬼面火灵珠后却没有变化。我倒是忘了，这里还有一只小爬虫。鬼面火灵珠发出怪叫，下一秒腹部释放出一道鬼面火焰。这鬼面会直接攻击灵魂，注视虚影会心神失守，失去战斗力的。王嫣然关注着我的战斗，然后我已经直视鬼面虚影。既然你急着送死，我就成全你。鬼面火灵珠发出嘶吼，随后飞速冲向我。我周身爆发灵能飞升之光，灵体火花电射而出，直击鬼面火灵珠。竟然是灵魂攻击，不是雷属性觉醒者吗？鬼面火灵珠发出痛苦的嚎叫，鬼面火灵珠发出一声尖笑，震散灵体火花。一时大意着了你的道，不过光凭这点灵魂力量，想嘎我是不可能的。我发动雷鸣狂暴，试图高速移动牵制，但下一秒周围被一道道蛛丝封锁。我见状再次使出雷霆践踏，然而等级差距过大，根本破除蛛丝。就在蛛丝即将节俭将我包裹时，一道凤鸣响起，伴随着炽热的黄炎，将蛛丝尽数焚毁。王嫣然周身翻涌着黄炎，鬼面火灵珠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你为什么没被火灵魔气活活烧死？你竟然吞噬掉我的火灵魔气，并掌控了它们。王嫣然冷哼一声，周身涌动起幽蓝火焰。王嫣然双手结印，不再废话，周身的火灵魔焰凝聚成莲花形态，威力还在急速攀升。片刻后凝聚完成，射向鬼面火灵珠。王嫣然则紧张地看着前方。我吸收的火焰释放后，威力和源头等级相同，理论上它会嘎在我这招下，但如果这一击没嘎掉它，我就没办法了。王嫣然的体质如此逆天，既然这火莲有可能嘎掉鬼面魂珠，那么趁鬼面火灵珠全力防御时，我再次施展灵体火花，一时间鬼面火灵珠被刺痛的心神失守，防御也出现溃散的迹象。这个臭流氓倒是挺能抓准时机攻击的。王嫣然见状露出一丝喜色，防御溃散下，我有信心将鬼面火灵珠斩杀。怎料这时鬼面火灵珠恢复心神，重新凝聚防御。王嫣然皱起眉头，我连忙打出灵魂风暴。这次鬼面火灵珠有了防备，轻松挡下灵能风暴。不是我的对手，后面就交给你了，学姐。我喘着粗气大喊一声，随后我双眼迸发灵魂力量，摄魂刺向鬼面火灵珠。鬼面火焰虚影和防御护盾瞬间溃散，鬼面火灵珠双目失神，愣在原地。下一秒火莲完美命中，片刻间鬼面火灵珠身躯化为灰烬，我虚弱地躺在地上。学姐，我帅不帅？一般般吧。王嫣然没好气地说。我大笑一会儿，随后问道：我们嘎了这魔物，怎么这蛛网魔窟还在？王嫣然心里咯噔一跳，鬼面火灵珠还没嘎，不斩断它的火灵，它是不会嘎的。我吓得连忙起身，此时一旁火灵魔气快速凝聚为灵体。你这蝼蚁懂得倒是挺多，不过你们的生命到此为止了。随后3道火灵魔气开始慢慢凝聚，我连忙询问：学姐，你还有什么防御技能吗？只剩一招黄炎神盾，但是只能抵御1次禁咒技能，而鬼面火灵珠是神境级。王嫣然绝望地说。我心一惊，还好之前在巷子没使用禁咒攻击他。我连忙发动神之手复制黄炎神盾。别丧气了，我们一起施展叠加，看看能不能扛。王嫣然被我的吼声镇住，下意识施展黄炎神盾，随后反应过来，心中暴雨。黄炎神盾其实是神道领域技能，但现在的我无法发挥真正威力，最多只能抵挡1次禁咒技能。这样的黄炎神盾，就算有100个，也是徒劳的。望着飞来的火灵魔气，王嫣然缓缓闭上了双眼。魔气撞上黄炎神盾后，消散在空中。学姐防住了，我们还有活着出去的希望。我兴奋地大叫。王嫣然闻言不可置信地睁开双眼。这怎么可能？黄炎神盾只出现了裂纹，并没有立刻破碎。此时我脑海闪过江寒释放禁咒的画面。为什么感觉鬼面火灵珠的技能比江寒差远？沉思片刻，我站起身，嘲讽鬼面火灵珠：你这技能威力有点
点弱啊。若不是我从魔幕强行出来，只剩80级魔物的实力，你们早嘎了。鬼面火灵珠冷哼一声，得到回答，我嘴角上扬。学姐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随即周身出现无数雷光，鬼面火灵珠感受到威力开始颤抖起来。王嫣然同样感受到雷霆之力，这难道是雷系禁咒技能？蓄力完毕，我戏谑地对鬼面火灵珠说：“还以为你真有神境魔物的实力，没想到才80级，不然我早用这招劈烂你。”紫雷魔域释放，滚滚雷云锁定一道道惊天紫雷，落下精准命中。片刻后，鬼面火灵珠灰飞烟灭，一颗火红的灵珠浮现在空中，我将其收入手中。这东西握起来还挺暖和的。王嫣然神色激动地盯着火灵珠，这火灵珠对成神有极大帮助，小果学弟能不能给我看看？我闻言将火灵珠递给他，王嫣然接住火灵珠，一脸欣喜地把玩起来。这火灵珠蕴含神道火属性力量，吸收它，我一定可以加速恢复前世巅峰实力。我听到心声后立刻打断他：“学姐看完没？看完还给我？”王嫣然依依不舍地把火灵珠递给我，我微笑道：“学姐，你说这火灵珠对成神有极大帮助是真的吗？”准确说是对火属性觉醒者有帮助，你是没办法吸收的。王嫣然解释道。我一阵遗憾，突然发现神之手对火灵珠生出感应。难道神之手连火灵珠的异能都可以复制？随即我立刻发动神之手，紧接着火灵珠一分为2，并且每颗蕴含的能量都与之前无异。你做了什么？王嫣然一脸震惊。我从震惊中回过神，我就试试神之手能不能复制火灵珠，没想到就成功了。随后拿出一颗递给王嫣然，学姐，这颗给你。王嫣然握着火灵珠，一脸不可思议。我再次观察起神之手的感应，发现复制能力的感应消失，仅剩下掠夺能力的感应。略微沉思，我眼神一凝，发动掠夺，火灵珠绽放出火光，被我吸收进体内。下一刻，我的体内充斥起神道火属性力量。你把火灵珠吸收了吗？王嫣然瞪大双眼，我满脸欣喜，好像是的。他的神之手到底是什么异能？完全打破了异能的常识。王嫣然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你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吗？”我闻言开始感应起来，并没有学会新技能，但却是有着感悟新技能的感觉。随即抓住这股感觉，陷入感悟。我周身燃烧起沸腾的烈焰。片刻后，黄炎神盾在我身边展开。王嫣然已经彻底宕机，而我则异常兴奋。掠夺这种元素结晶不消耗掠夺次数，还能学会新技能，不过威力太弱，不知道会不会随着等级提升。我笑着说：“学姐，我学会你的黄炎神盾了，不过防御力抵挡不住禁咒技能。”你也太贪心了，10几级就能抵挡禁咒，那你岂不是无敌了？竟然还嫌防御力低。王嫣然皱眉，伸手对着我的额头弹了一下。经过这件事，能感受到王嫣然的杀意淡了不少。我搀扶着虚弱的王嫣然走出巢穴，突然出现一群觉醒者。我们是帝都觉醒战团第7分队成员，检测到这里有魔气波动，请2位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我是王家家主之女，可否先让我们回大地学府？王嫣然亮出身份，怎料这群人铁了心要带他们走一趟。算了，学姐，我们跟他们走一趟吧，他们也好开展剿灭魔物的工作。我站出来打圆场。王嫣然闻言不再说话。很快，我们来到觉醒战团第7分队基地。我们只交代了遭遇魔人袭击，并没有将斩杀神境魔物的事说出去。几人核实身份后，怕引起王家不满，将王嫣然释放。我们还有问题想问问小果，问完就会放他回去。王小姐，请放心，我命令你们现在放了他，否则我王家不介意介入。王嫣然脸色一沉。此时审讯室内，小果，据我们调查，事发地能量波动远超55级，甚至还有禁咒技能残留。如实交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，否则我有的是时间陪你慢慢耗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是我辅助王嫣然才勉强击败魔人逃脱的。我平淡的回答。审问员失去耐心，准备用刑。这时大门被人打开，花雨飞走进来。小果的情况我已经向上面反馈了，现在开始小果全交由我第5分队处理。第7分队无奈只能放人。出来后，我向花雨飞道谢。光靠我的关系可不够，我搬出你江寒老师唯一学生的身份，他们才允许我带你走的。花雨飞摇摇头解释道。我缓缓点头。原来如此。此时我看到王嫣然正在与工作人员交涉。学姐，我出来了。学弟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我刚才讲了很久，他们都不肯放你出来。王嫣然露出惊喜的神色，快步向我走来。我微笑着解释道：辛苦学姐了，是花雨飞学姐把我保出来的。王嫣然自然知道花雨飞，只是好奇我和她怎么认识的。随后王嫣然向花雨飞道谢，在花雨飞护送下，很快我们回到学校。此时魔幕入口站着众多顶级觉醒者，江寒也在其中。众人谈话间包含一些秘辛。魔幕贯穿整颗星球，曾经是灾厄之地的一部分，里面魔物众多，甚至有大量神级魔物。100年前觉醒者付出巨大牺牲，将魔幕封印，封闭了魔幕与灾厄之地的壁垒，并将入口设立在北阴域天鬼关和帝都地底。灾厄之地沉睡着一位神境魔物怒雷魔王，10年前苏醒造成巨大威胁。数年前江寒亲手击杀怒雷魔王，因此一战成名。江寒释放雷电之力
力仔细观察魔木入口，很快发现入口破碎了一角，破碎处残留着火魔气波动，一个火属性神境魔物从缺口强行出来了。江寒向其他人说道，在场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神境魔物在场，只有江寒可以一战。不必担心，从残留的力量波动看，他付出了很大代价，如今力量只有80级左右。根据雷鸣殿古籍记载，似乎是鬼面火灵珠。江寒立刻补充道，众人议论纷纷。鬼面火灵珠极擅长伪装和灵魂攻击，这下要怎么找到它？眼下我们还是将力量注入封印法阵，暂时弥补缺口损失的封印之力吧。江寒闻言出声制止议论，众人闻言纷纷附和。很快在众人合力灌注下，封印修补完成。做完这一切，江寒离开前往雷鸣殿。路上，江寒拿出手机给我发送消息：臭小子这3天给我老实待在学校，学校附近出现了一只神境魔物鬼面火灵珠。收到消息，我嘴角上扬回复：好的，老师，我会乖乖等你回来的。随后下楼与苏新月碰面。冰雪秘境我来喽。清晨，我和苏新月抵达陵南古城。苏新月准备假装无意发现冰雪秘境，然后带着我一起进入。这一切我早已通过心声得知。小果哥哥，陵南古城有好多玩的地方，去冰雪乐园之前，我们先在这附近转转吧。苏新月兴奋地对我说，整个早上我们都在陵南古城逛和吃，很快到了中午。小果哥哥，我们现在去冰雪乐园玩吧。苏新月连忙拉上我，我没戳破她的小心思，点头答应。半小时后，我和苏新月来到冰雪乐园。冰雪秘境散发极冰之力，导致这里常年冰雪不化，但其他人并不知道，只是借此开发了一个冰雪主题的乐园。冰雪秘境还没打开，先和小果哥哥玩一下吧。随后，苏新月拉上我，小果哥哥，我要去那儿玩。听见心声后，我也不着急，于是带着苏新月在四周玩了起来。很快，太阳落山，天色暗下来。糟糕，小果哥哥，我有重要的东西忘拿了，你陪我回去找一下吧。苏新月突然大叫，我看出苏新月的意图，于是答应下来。很重要的东西，那确实要回去找找。随后，苏新月拉着我避开监控，来到秘境入口。这好像是个秘境的入口，没想到发现了秘境。小果哥哥，我们快进去看看，说不定有什么机缘呢。苏新月假装惊喜道，我假装惊喜道，新月你真是我的福星，竟然又发现一处秘境。随后拉着满脸微笑的苏新月走入秘境。不久后，风兰来到秘境入口。前世在这个秘境获得了封神珠，这一世我也不会错过。话音落下，风兰也走进秘境。进入秘境，我瞬间哆嗦起来，转头突然发现苏新月不见了。我大喊几声也听不到回应，看来只能先靠我自己了。新月是冰属性异能，应该没事。随即我发动黄炎神盾，寒气瞬间隔绝，并且身上传来一阵暖流。我继续向前，没过多久，我来到了一座冰桥前，周围全是深不见底的深渊。冰桥前一座石碑刻着明寒桥3个大字。我思索着，同时看向前方，桥上有3个人双脚全被冻住，看来这3人是其他探秘之人。桥上3人激烈的争论，脚下的冰开始急速向身上蔓延。我犹豫片刻后走上前，极冰之力疯狂侵蚀，但被阻隔在黄炎神盾外。我走到已经变成冰雕的3人面前，忽然整个明寒桥剧烈抖颤起来，深渊里发出一声声哀嚎，一道道散发寒气的亡魂浮出朝我袭来。我立刻释放雷霆剑塔，亡魂被电得魂飞魄散。紧接着周围出现更多亡魂再次向我扑来，思索片刻，我发动雷鸣狂暴快速渡桥，亡魂攻击落空。继续向前走，我发现极冰之力越来越强，甚至黄炎神盾都出现了裂纹。紧接着前方再次出现一批亡魂向我扑来，我施展灵魂风暴打向亡魂群，并借此迅速向前狂奔。突然黄炎神盾破碎，极冰之力侵蚀我，瞬间被冻成冰雕。新一批亡魂也已经朝我扑来，我连忙发动机械转化和灵体火花，身上的坚冰瞬间破碎，亡魂也被灵体火花消灭。往后我轮番施展黄炎神盾，很快我再次被冻结，亡魂已经扑到身上，机械躯体在亡魂撕咬下没有任何损伤，并且黄炎神盾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。我惊喜地发现，想到江寒的雷池泡澡原理，我当即盘下双腿，释放黄炎神盾将亡魂包裹住，任凭撕咬。不久后我睁开双眼，再继续提升防御体能就要不够了。于是我向前迈去，重新启程，往前又走了很长一段，寒气攀升到了我的极限，就差最后几步路时，机械之躯也维持不住了。亡魂撕咬在我身上留下一道道血痕，我一咬牙释放技能，灵能风暴瞬间将亡魂撕碎，同时我的身体虚化。下一刻我顿时心惊，进入灵体形态反而承受了更恐怖的寒气，我的灵体瞬息被冻结，亡魂也再次扑来。结束了吗？强烈的求生欲使我又一次触发至高灵魂心境，黄炎神盾和机械转化的能力暴涨，我连忙变为机械之躯，并撑起黄炎神盾。片刻后我跨出明寒桥，亡魂瞬间消散，
寒气也顷刻间无影无踪。我庆幸着劫后余生，回头看了一眼后继续向前走。很快我来到了一处远古废墟战场，周围散落着古老的武器，战场中央立着一口冰钟。我走上前观察，跟周围破败的武器不，这绝对是个宝物。随即我伸手触碰冰钟，尝试建立联系。突然我的神魂顿时被诡异的力量刺痛，一双无形的大眼盯着我，我立刻注入灵能飞升之力，发动射破，虚空中的眼睛瞬间被震散。我顺利与冰钟建立起了联系，冰钟迅速缩小，变得像铃铛一样。原来叫凝冰钟，敲响后会发出悠扬的钟声，对周围造成灵魂攻击并冻结生物。我收起凝冰钟继续上路。不久后我来到一个冰窟入口，地上有2个冰位散乱一地，看来有人比我先到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苏新月。我提起警觉，慢慢走入冰窟。此时一道风刃朝我飞袭而来，我连忙闪身躲开，随后朝风刃飞来的地方看去，苏新月和风兰正为了宝物大打出手。风兰怎么也来了？这下麻烦了。我呆愣在原地，突然密密麻麻的冰霜剑雨和数道龙卷风暴袭来，我连忙转化为灵体形态躲过攻击。2人不远处放着2颗珠子，分别散发着强大的风属性和冰属性。那应该是冰魄水晶，旁边的是什么东西？我眉头紧皱，2人的战斗再次爆发。随着战斗越来越激烈，苏新月发动冰封。认输吧，风兰。我露出凝重之色，风兰见状也皱起眉头，施展神道领域技能风剑乱舞，紧接着周身刮起凛冽罡风，罡风气息急剧攀升，很快就与冰封相当。苏新月，别以为你吃定我了。2股能量碰撞在一起，整个冰晶大殿因巨大的能量布满烟尘，烟尘内2人已经再次交手。先前2人被各自的神道领域技能震伤，眼看他们有不死不休的迹象，我连忙上前制止他们。你们2个疯了吗？快停手，这样下去你们都有生命危险。听到我的声音，2人顿时停下来。小果哥哥怎么在这？我要证明自己比风兰强。果然小果和他一起来了，我要当他的面赢下苏新月。随后2人再次出手，我见状连忙施展雷霆剑踏，本就受伤的2人被轻松震开。都给我住手，宝物平分不行吗？我大吼，2人愤怒地看着对方，但也都就此收手作罢。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治疗药剂给2人喝下，片刻后2人伤势恢复。我见状开口道：你们是因为那2颗珠子才大打出手的吧？2人皱着眉点头。我走到2颗珠子前，2颗珠子2个人，我来给你们分配。随后我拿起珠子，新月你是冰属性，这颗冰属性的归你；风兰你是风属性，这颗风属性的归你。这样你们就不用再打架了吧？2人收好珠子，犹豫片刻后点点头。风神珠已经到手，秘境也没有其他宝物了，我得离开了。风兰心声传来，我连忙开口：既然珠子分配好了，我们也赶快离开吧。随后3人顺着原路返回，路上我们发现了很多尸体，表情都像是受到过惊吓，并且有几人的身体扭曲到不成人形的样子。是鬼神，是鬼神。风兰和苏新月心声同时传来，苏新月眼神凝重地说：小果哥哥，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吧，我害怕。随后拉着我加快脚步，风兰也紧跟其后。我很好奇鬼神的信息，于是询问起2人。这些人死相诡异，你们看出些什么了吗？天明哥哥，我们先出去再说吧。苏新月开口道，风兰也表示赞同。鬼神极有可能在这复苏了，不能在这谈论他，不然会被盯上的。心声传来，我闻言好奇心更重。灵能石碑提到过3大神国不敌鬼神，看来鬼神确实很厉害。突然我心里咯噔一跳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盯上，这感觉和收复凝冰钟那回好像。还是被盯上了吗？前世我没进冰雪秘境，根本不知道这里竟然有鬼神，就算有风神珠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能逃过鬼神追猎吗？同时苏新月和风兰心声传来，随后2人拉上我加快脚步向外奔逃。就在此时，身后传来一道锁魂之声，我需要身体能助我降临这个世界的人间体。小果哥哥，不要去听这个声音，捂上耳朵，快跑！苏新月和风兰心惊，然而我们刚跑出几步，苏新月和风兰双眼流出血泪，痛苦地瘫倒在地。低语传入脑海了，我的精神要崩溃了。苏新月大叫，看着2人痛苦的样子，我满脸疑惑，为什么我一点事都没？小果哥哥，快跑，别管我们！你能抵挡低语，肯定有机会跑出去。苏新月想到之前秘境的天使，我脸色一沉。低语再次传来，吾乃寒冬之主，寻找合适的人间体助我降临，你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。我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天明，不要直视他！风兰连忙大叫，我回答道，我偏要看看这寒冬之主是个什么鬼东西。小果哥哥，不能直接喊他的名字。苏新月立刻制止，我继续咒骂，完了，小果可能嘎得比我们还快。 2人心一沉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但感应到有什么东西朝我袭来。
寒冬之主，你敢现真身吗？只敢隐身装神弄鬼！我朝前方大喊：这不是隐身鬼神，降临前并不在我们这一界，就算有机会看清他，也只会承受更大的痛苦。风兰心声传来，我思索片刻，双眼绽放灵能飞升之光，试图看穿寒冬之主真身。寒冬之主低语传来：你的身体很不错，成为我意志的载体吧。随后从虚空中朝我发动攻击，我连忙躲闪。突然左手掌心似是被什么东西贯穿，森冷的寒气瞬息侵入我体内，紧接着又是一道攻击贯穿我右手掌心，随后一股巨力将我吊到半空中，我立刻化为灵体。这时之前凝冰中里恐怖之眼再次盯上我，我顿时反应过来，那双恐怖之眼就来自寒冬之主。随即我立刻施展所有灵能飞升技能，却发现这次根本无法震散那双眼，并且虚无剑一道一直降下，要将我的灵魂抹杀。感受到巨大危机，我立刻退出灵体状态，此刻陷入了死局，看不见攻击，也无法利用灵体状态躲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道攻击将我腹部贯穿，阴寒之气侵入体内，我重重倒在地上，没了力气，脑海疯狂运转思考对策。突然我想到什么，连忙催动星耀的力量，对着星耀大喊：星耀天使，你不是要找我吗？我就在这儿，你来啊！星耀化作星宫，星宫深处一位女子坐在宝座之上，她就是你找来对付我的帮手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后发出坏笑：害怕了吧？星耀天使冷淡地绽放星空之力，你这个帮手还不够格，滚回你们肮脏的世界吧！星空之力击中寒冬之主，低语消失。是寒冬之主被震杀了。我明白。随后星耀天使缓缓抬起右手指向我，星空之力再次绽放。天使姐姐有话好好说，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我连忙尴尬地笑道，随后慢慢向星宫靠近。星耀天使冷淡地说：你帮手已经没了，你也滚回去吧。说话间，我已经来到了星宫面前。该滚的人是你。随后我一拳轰碎星宫。星耀天使皱着眉：我会去找你。我连忙走到苏新月和风兰面前。伤得这么重怎么办？我的伤也不轻。就在这时，星耀漂浮到我面前，释放出治愈星光。我露出一丝喜色。你比你前主人靠谱多了，你也相信我是好人对吧？星耀听懂了一样，上下摇摆，像是在点头。片刻后，我身上的伤势全部治愈。我对星耀说道：把他们也治好吧。谁料星耀突然消失在虚空，我怎么催动都不再出现。无奈我搀扶两人快速离开秘境，随后赶往附近的医院给两人治疗。不久后两人醒来，我将星耀天使镇杀寒冬之主的经过说出，两人也不再多问。随后我们连忙订票回到学校。3天假期过去，这天一大早我收到江寒的消息：这几天出去玩得开心吗？我冷汗直流，打字回复：老师，我一直乖乖在学校待着。江寒回复道：别废话，赶紧来雷电觉醒场地，我要问你一些事。几分钟后，我忐忑不安地来到雷电觉醒场，江寒一脸严肃地站着。要不是我提前回来，还不知道你偷偷去了陵南古城。我尴尬地笑着，看着我，江寒叹了一口气：算了，平安回来就好。我昨天去了那个魔物巢穴，你有什么想和我说的？我一五一十将经过讲出来，江寒心中平静。果然和我调查的差不多，幸好离开前给他留了个禁咒技能。关于鬼灭火灵珠的事，你做得很好。不过接下来我要看看这3天你修炼有没有懈怠。我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下一秒江寒把我丢进雷池。冰雪秘境我得到巨大提升，如今的2阶段雷池对我的作用微乎其微。我施展黄炎神盾在雷池里游来游去。老师，你这雷池有点给力啊！你这火属性技能从哪儿学来的？江寒愣在原地，我将吸收火灵珠的事全盘托出，随后兴奋地说：老师有没有办法给我弄点神境魔物力量结晶？如果实践下我可以无限掠夺，那不就无敌了吗？神境魔物的结晶不是这么好找的，现在只有魔木有，但那现在还处于封印状态。江寒脸色复杂说。此时江寒心生回忆起过去被我迫害的事，随后杀意爆发。老师你没事吧？我犹豫片刻，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江寒回过神来，默默注视着我。要现在动手嘎掉他吗？他发现可以掠夺怒雷之心后，会前世一样害我吗？随后朝我大吼：滚！我今天不想看到你。我正想上前安慰，一道落雷精准劈在我身侧。我这就走，老师你别激动。我惊叫，随后转身离开训练场。我心绪混乱地走在回宿舍路上，突然发现不远处王嫣然和王健站着。王健此时也发现了我，表姐快看，上次就是他揍的我。王嫣然顺着王健眼神方向看见我，随后两人走到我面前。今天你完了，小果。王健嘚瑟道，王嫣然则露出笑容。小果学弟3天不见，可还好？王健闻言愣在原地，我笑着回答道，还行。学姐你呢？我也还行。小果学弟，我们好久没单独聊过了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王嫣然笑吟吟道。我点头，随后王嫣然看向王健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和小果的矛盾今天彻底和解怎么样？王健一脸懵，但最终还是点头答应。今天看在表姐的面子上，我不和他计较了。王健学长之前切磋下手重，请你不要见怪。我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笑着说道。随后我和王健握手言和。表弟，我和小果还有些事要谈。王嫣然露出笑容说道，
随后拉着我快步跑远，只留王健愣在原地。走远后，两人停下我，问道：“学姐是有重要的事要和我谈吗？”重要的事没有，就是想和你随便聊聊。王嫣然心声传来，开口对我说道：“重要的事可多了，你这3天哪儿去了？”和女朋友去了趟陵南古城旅。我回答道。王嫣然脸色难看起来，心中咒骂：“那天占了我便宜，转头就和其他女孩去旅游，果然是个臭流氓。”很快，我们来到烈焰觉醒场前。小果进去吧，这里不会有人打扰。王嫣然笑道。我冷汗直流。这里还是算了吧，学姐。这次又不嘎你，你怕什么？心声传来，王嫣然笑着说：“小果别紧张，我保证这次只是正常谈话。”我放下心来，跟他走进去。学姐带我来这儿有什么事？江寒老师找我问过鬼面火灵珠的事，我迫于压力，只能告诉他了实情。对不起，小果学弟。王嫣然回答。我安抚道：“学姐不用太自责，你不说老师也能调查。”小果真好。王嫣然心中笑道，对我道：“我还没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送你一件礼物吧，你想要什么都满足你。”真的什么都满足吗？我坏笑起来。王嫣然点头。我想要学姐的吻，可以吗？王嫣然露出羞恼之色。我笑道：“学姐，我就是开。”话没说完，王嫣然忽然对着我嘴唇亲了一口。王嫣然脸色涨红。满意了吧？不许告诉别人。随后转身飞速离开。我愣在原地。这是攻略成功了吗？第二天一大早，江寒发来消息：“你今天怎么还没来？”我打字回复道：“老师，你不是不想见到我？”几分钟后，江寒才回复：“那是昨天，限你10分钟内来北门，不然后果自负。”我瞬间打起精神朝北门跑去。北门外，江寒坐在车上，脸色不悦。赶紧上车。上车后，我问道：“老师，今天是要去哪儿特训？”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江寒回答。很快，我们来到一个森林入口。我忐忑不安地问道：“老师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迷失之森。江寒冷淡地回答。江寒像是受到打击，封闭了内心，我听不到一点心声，于是忐忑不安地问道：“老师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”让你升到17级。江寒回答。我深吸一口气。老师，我们还是回学校特训吧，这里太恐。这里有不少觉醒兽，实战更容易让你突破，并且可以积累实战经验。赶紧给我进去。江寒皱眉道。话音落下，我颤抖着走进森林。森林内，我环顾四周，前方不远处灌木丛发出声响，我警惕地盯着灌木丛。突然，一只火纹獠牙蛛冲了出来，还以为是江寒躲着要偷袭我。我放下心来，随后释放雷电之墙。火纹獠牙蛛撞到雷电之墙后就倒在地上。这也太不经打了吧！我还没攻击呢。我愣在原地，暗处江寒正暗中保护着我，只不过这一切我并不知情。我撑起火堆，将火纹獠牙蛛烤熟，正准备享用时，一声狼嚎传来，数只17级青面狼飞扑向我。我立刻起身释放雷霆践踏，巨大的冲击下，青面狼相继倒地。周围更多的狼嚎声传来，一群青面狼出现，其中有不少达到了20级。青面狼张嘴凝聚出青色莲月朝我丢来，我使用灵能转化躲开，随后释放雷电之墙。怎料几只20级青面狼挥舞狼爪，合力将其粉碎，其余青面狼瞬间扑向我。我立刻发动雷鸣，狂暴逃走。跑出一段距离，我停下喘着粗气，然后片刻后，四周再次响起狼嚎。既然跑不掉，那就打。我周身泛起雷光，我施展各种技能与青面狼群陷入缠斗。很快，靠前的几只青面狼死去。继续来啊！我笑着吼道，随后再次准备冲上去与狼群缠斗。这时狼群集合起来，狼嚎声响起，狼群合力撑起一道青色的能量护盾。我惊讶之余施展雷霆践踏，冲击在青色护盾上被完美化解。竟然还有这种招数！我瞪大双眼，随后准备观察狼群还有什么行动。暗处江寒满脸笑容。小果看来玩得很开心啊，不过再不速战速决，等那个大家伙追来就不好办了。观察一番后，我全力出手，伴随着一声声痛苦的狼嚎响起，所有青面狼都倒下失去生命。一次嘎掉这么多青面狼，好像快升17级了。我兴奋地喘着粗气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先离开吧。暗处的江寒嘴角微微上扬。刚才玩性大不速战速决，现在想走有点晚了，那个大家伙已经找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狼嚎席卷着灵魂，攻击席卷而来，我被震得有些精神恍惚。一只体型巨大的苍青色巨狼走出来，25级的青月狼王。我皱起眉头，我瞬间化为灵体逃走，得赶快恢复体力。此时青月狼王吼叫再次传来，并且附近出现新的青面狼群，其中最低20级，最高24级。我继续奔逃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忽然迷失之森内部响起其他觉醒兽的声音，我灵光一闪，变回实体朝姻缘处跑去。来追我啊，春狼！青月狼王被激怒，发出怒吼，朝我释放出一道恐怖的青色光柱。暗处江寒看到这一幕，已经准备出手救我，怎料一只体型更大的蓝金虎突然出现，身边还跟着2只幼兽宝宝。这小子又在胡闹，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江寒笑道。此前青色光柱袭来，我化为灵体避开，光柱径直打在蓝金虎身上。蓝金虎怒吼，释放一道水柱，
青面狼群匆忙应对蓝金虎的攻击，我趁机快速溜走，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始恢复体力。不久后，我体力彻底恢复。看来要小心寻找目标再下手。很快，我找到一只27级的紫火毒蝎，趁它进食时上前偷袭。我使用灵能转化靠近后，立刻发动雷鸣狂暴，紧接着灵体火花和雷霆践踏一起释放，毫无防备下，紫金毒蝎瞬间被秒杀。紫金毒蝎倒地的瞬间，我的等级突破瓶颈，成功达到17级。我迅速返回安全处，感应起神之手，发现冷却时间果然减少到了6小时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巨大动静传来，我吓了一跳，随后朝声源赶去。暗处江寒正准备现身带我回学校，见我朝声源离开，也立刻跟上。此时声源处蓝金虎护在幼崽身前，一个男觉醒者在不远处看着他，觉醒者身边站着之前那头青月狼王。青月狼王怎么没攻击他？看起来还很听他话的样子。我疑惑道。江寒突然从我身后出现，因为他的异能是御兽师，可以收服觉醒兽进行战斗。我吓了一大跳。老师别突然出现在人身后好不好？江寒微笑着不说话。不远处御兽师笑道：今天这运气真好，先是一只受伤的青月狼王，现在又遇到一只重伤的蓝金虎，还带着2只蓝金虎幼崽。收服一只蓝金虎幼崽从小培养，战斗力和默契度绝对比直接收服你要高。蓝金虎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，虎口一道汹涌的水柱朝御兽师袭去。御兽师眼神一沉，既然你不肯乖乖交出你蓝金虎幼崽，那就别怪我下重手了。青月狼王给我上！青月狼王仰头嚎叫，下一刻青色光柱射出与水柱碰撞在一起，不料顷刻间就被水柱打散。御兽师怒骂：废物一个！不过你越强我越兴奋，上吧赤灵！御兽师抬起手，掌心红色印记亮起，随后一只赤色巨鸟从印记处飞出。我见状转头问道：老师，那人掌心的印记是什么？那是御兽印，是御兽师和觉醒兽契约后可供觉醒兽居住的空间。江寒耐心解释道。我陷入沉思，我复制这个技能是不是也能和觉醒兽契约？复制后使用直接召唤出觉醒兽，也不会占用复制栏位。想到这，我微微一笑，发动神之手。江寒也感觉到我发动了神之手技能，正准备询问，此时不远处战斗结束，蓝金虎倒地，但仍朝着御兽师吼叫。赤灵嘎掉他，把蓝金虎幼崽给我带回来。御兽师凶狠地说：蓝金虎推开幼崽，让他们逃跑。蓝金虎幼崽虽不舍妈妈，但还是向外跑去。片刻后，蓝金虎倒在地上没了声响。赤灵转头飞速扑向幼崽，蓝金虎幼崽此时跑到我面前，发出低吼哀求我。青月狼王发现我后愤怒的嘶吼：如果不是我，他就不会重伤，然后被御兽师强行契约。想到这，青月狼王立刻朝我扑来，我冷笑一声，施展雷霆，践踏打向青月狼王。本就重伤的青月狼王瞬间倒地。此时御兽师已经赶到，见我打伤青月狼王，脸色沉下来。我劝你现在就离开，别妨碍我契约。这2只蓝金虎幼崽我保了你，你去抓其他觉醒兽吧。我一脸平淡站在原地，御兽师大笑起来：你一个17级觉醒者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保下他们？我的耐心很有限，你再不走，我可就要亲自动手。我无奈挥了挥手，御兽师满脸愤怒：就凭你，赤灵给我狠狠地教训这个家伙！话音刚落，赤灵挥动双翼朝我扇出2道烈焰飓风，我直接施展灵能火花，让御兽师和赤灵短暂心神失守。随后雷鸣狂暴雷霆践踏其出，赤灵瞬间昏死过去。御兽师满脸难以置信：这怎么可能？我一步步朝他走去，御兽师露出惊恐的神色：你要干什么？这2只蓝金虎幼崽我不要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！滚！我闻言大吼一声，御兽师收回觉醒兽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蓝金虎幼崽泪汪汪的看着我。江寒走出来：你小子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我嘿嘿一笑，将蓝金虎幼崽抱起放到蓝金虎身边。此时蓝金虎醒来，对我发出低吼，蓝金虎幼崽发出虎吼，跟他们的母亲解释。随后蓝金虎不再低吼，虚弱的躺下。我转头对江寒说：老师，你有方法治疗这只蓝金虎吗？江寒沉思片刻，取出了一瓶药水。你喂它服下吧。我接过药水给蓝金虎喂下。不久后蓝金虎伤势恢复，2只蓝金虎幼崽围着我转来转去。我正犹豫要不要契约蓝金虎，感受到契约能量，其中一只蓝金虎幼崽对着母亲低吼，似乎是想跟我走，以此来报恩。蓝金虎低吼几声回应，随后点点头。蓝金虎幼崽蹭了蹭母亲，随后跌跌撞撞跑到我面前。小家伙，你的意思是想跟着我？我惊喜不已。蓝金虎幼崽点了点头。我微笑一声，随后发动复制的御兽师技能，我的掌心浮现出一道契约印记。蓝金虎幼崽也抬爪放上我的掌心，一道光芒打入蓝金虎幼崽胞体内，同时我掌心浮现出蓝色的水属性印记。将蓝金虎幼崽收入空间后，我笑起来，江寒也露出微笑。竟然真让这小子成功了。告别蓝金虎母子后，我们不再停留，径直离开迷失之森。